传到了妖魔横行、人命如草芥的大唐王朝，而且一上来就遇到顶级大妖，还好，看样子是死的。不管怎样，先离开这再说。过来，扶我起来。我想起来了，我叫江月初，本是京城高官独女，奈何父亲一朝获罪，满门牵连，全家上下打入贱籍，发配边疆。而押送我们的官差，正是眼前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他裴长青，龙缨道镇魔都司队正。我知道你想跑，可你跑得掉吗？一个没有户籍录影的贱籍逃犯，就算侥幸活到下一座城镇，又能如何？是了，户籍录影在大唐相当于身份证，没有，连城门都进不去。若是你按我说的去做，事后我保你脱了剑指，还你自由身。算了，原主手无缚鸡之力，就算逃出去也是死，不如先听他的，再做打算。好。往哪走？往南。别跑了！这荒郊野岭的，你们要跑哪儿去？哼，很意外嘛。当真以为就凭几个不入流的镇魔卫，加上你一个区区队正，便能杀了我？不可能！方才那一刀，分明已经捅穿了这狐妖的心脏。除非这妖以半只脚踏入了冥谷之境。人生多苦厄，早些解脱，岂不美哉？不，不要！这才穿过来几分钟啊，我这绝对是最拉胯的穿越者！不要啊！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望，万妖屠戮系统绑定成功。宿主江月初，境界凡境，系统核心功能斩杀生物，可获得道行，消耗道行可夺取妖魔神通。这是金手指，可现在这金手指有何用？斩杀生物，获得道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难道要去斩杀那头狐妖吗？等等，斩杀生物，获得道行。蝼蚁尚且贪生，莫不是还想反抗？螳臂当车。抱歉。什么？什么？手在抖，身体还不适应，杀人！给我停下！
本以为人族还有几分同袍之意，倒不想竟是这般凉薄，杀个将死之人，你以为这样本座就会放过你？击杀文贤境生物，获得其道行20年。道德、良知，死人才讲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罪恶感，这是我唯一的生计。20年道行，全部换若！找死！我不懂刀法，但我有20年道行。击杀文贤境生物，获得其道行100年。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收录。成功魔影虎山神，获得妖物馈赠。获得武学猛虎快刀圆马。这才是金手指的正确用法，不仅伤势痊愈，还白得了一门圆满级刀法。文贤初境，这世界的修炼等级吗？算了，活下来就好。抱歉，借你命一用。若有来日，我杀够了妖魔，攒够了道行，说不定能想办法为你重塑肉身，还你一命。当然，你也别抱太大希望，毕竟这操蛋的世道，我也只能先顾好我自己了。这荒郊野岭的，能入土为安，不错了。不伦不类，但这身皮至少能唬人，总比穿着囚服当活靶子强。这里是大唐陇右道，民风彪悍，妖魔横行。我有金手指，杀妖就能变强，生存不是问题，问题是户籍。没有户籍就是黑户，没有路引就是流民。进不了城，住不了店。裴长青死了，谁给我削剑戟？难道我要当一辈子野人？敢问可是镇魔司的大人当面？靠，怕什么来什么。上盘村的猪圈里养的全是人啊！大人，您是唯一的希望了。我等若去府城搬兵，少说也要10天半月，到时候上盘村怕是早已鸡犬不留。去个屁！疯了才会去。是在下唐突了。镇魔司的大人哪怕是路过，
也不该为这点小事停留。真他妈烦！这破世道，连蛐蛐都让人觉得像是在犯罪。说说情况。大人，您答应了。废话那么多做甚？带路。狼妖约有7、8头，为首的自称青面狼君，一开灵智，能吐人言，寻常刀剑难伤。我门中好手一个照面就被撕碎，怕是已入文贤境。又是文贤境，那虎妖也是文贤境。我有25年道行圆满级刀法，同境界未必不能一战。只要不是越级打怪，这把稳了。这就是妖魔乱世，人如草芥，命如蝼蚁。这不是昨天那群丧家之犬吗？怎么，嫌命长又回来送死？畜生，图我乡亲，今日便与你拼了！畜生？怎么，人能吃猪羊，狼就不能吃人了？尔等口中所谓的乡亲，在我看来，与那圈里的牲口并无二产，不过是血食罢了。镇魔司，青面郎君，是。很好，杀一头会说人话的畜生，算是值了。你若不是穿着这身皮，我也懒得废话。杀了他！好凶的刀，好快的刀，好一个镇魔司！你说的对，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只不过，今天你才是那头待宰的牲口。我以为你刚刚说的头头是道，显然很认可这个道理。现在却为何如此恼怒？你找死！没在上面，不好。
大人退后，我来拖住他。操！白天刚斩了一头铜镜的虎妖，身体还没恢复过来，这狼妖的力气竟然这么大，老子绝不能死在这儿！宿主江月初剩余道行152年。152年道行，给我全部灌进去！第1年，你只是一只瘦弱的幼虎，被洪水冲走。第10年，你趴在瀑布旁，看着一只白猿读书。第30年，你已长成猛虎，手持长刀，一刀。第50年，你提刀杀入财主家。第100年，你站在山巅俯瞰人间，风吹过山上。虎山神染珠成功，获得神通虎煞血费，消耗气血可瞬间回血，获得天赋银法天烧法威力大增。后杀血费。你究竟是人是妖？怎么可能瞬间恢复？这一刀比刚才还凶，你他妈玩我呢！击杀文贤境生物，获得道行75年。差点把你们忘了。击杀小妖，获得击杀小妖，击杀小妖，获得30年道行。击杀小妖，获得30年道行。境界提升了，还多了一门身法类的拳法，200年道行。不过那些小妖没掉落技能，看来金手指也挑食。大人再生之恩，广武县百姓没齿难忘。不知大人接下来……走了。大人，不如回县城休整一番。您这衣衫……上辈子光膀子打球习惯了，忘了现在是女的。去县城能打探消息，还能换身衣服。我现在实力大涨，去接县城能奈我何？带路。这就是妖魔乱世下的县城吗？连空气里都透露着一股绝望的味道。备好热水、干净衣物、酒菜，这就是自家小姐，好生伺候，不得怠慢。是。在下还要去县尊那里复命，大人且在此歇息，有任何需要尽管吩咐。爽，这张脸长得不错，就是这身材平平无奇，也就是个包子大小，跑跳起来倒是方便。不过这腿好像比记忆里长了，练武还能长高。户籍是个大问题，还有我爹到底犯了什么罪？若是普通流放，该由刑部差役押送；若是重犯，该由兵部接手。为什么偏偏是镇魔司？镇魔司的人手什么时候这么宽裕了？难道说……妈的，本以为只是简单的生存游戏，现在看来，这原生的背景全是坑啊！这开局真难。唉。大将军，兰州急报，半月前金城县6村被屠，无一活口。妖气如何？妖气冲霄3日不散。幸存兵士回报，那妖物剑气纵横，自称黑衣剑仙。剑仙？哼，这年头妖魔的口气倒是越来越大了。3日不散，已入冥谷。冥谷境，筋骨齐鸣，神通自生，那可是大妖。点一队人马，你与许年亲自去一趟。遵命。
对了，裴长青押送的那批犯人到哪儿了？按脚程，昨日便该到广武县了。广武离金城县不远，希望裴长青那小子运气好点儿，别一头撞上。大将军，属下有一事不明，江家一案早已定性，为何要动用镇魔司亲自押送？你觉得是为什么？属下不知。那就不要问。江月初啊，江月初，你想个屁呀！想东想西能想出花来，不如加点。宿主江月初已收录虎山神染珠青面郎君魔影，剩余道行200年。200年道行，怎么花？继续怼虎山神，万一是个无底洞卡在半路咋办？还是雨露均沾，把狼妖也升上去？狼妖底子薄，升级肯定便宜，多个技能多条路。稳妥起见，求果。青面郎君，给我加点。第1年，你被兄弟欺负；第10年，你发现吃人能够变强；第40年，你师父上位，自封青面郎君；第70年，你遇到了瓶颈，寻找突破。消耗80年道行，青面郎君染珠成功，获得武学青崖回影无煞，获得天赋狼行千里，身法速度大幅提升，剩余道行120年。境界怎么还在文贤后级？我还以为收录升级就能长经验呢。这波系统到底怎么算的？原神的记忆里全是诗词歌赋，对武道一窍不通，烦死了。明天问问陈清源吧，那个老小子看着挺懂行的。睡觉。大人昨夜休息可好？还行。上盘村之事已向县尊禀明，只说是飞鹰门侥幸剿灭，并未提及大人。上当。大人，这就要走了？公务在身，耽搁不了。还有一事，大人请讲。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关于武道的书？武道的书？难道大人要看我飞鹰门的绝学？可是那些庄稼把式哪入得了镇魔司的眼？难道是想参考民间武学？大人说笑了，我门中只有些粗浅功夫。飞鹰13爪、迎风刀法，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大哥，你想多了，我是真菜鸟，连境界咋划分都不知道。但我不能明说呀，这一说不就露馅了吗？得编个高大上的理由。我最近隐隐觉得要破境了。破境？这么年轻就要再次破境，这修为得有多深不可测？只是根基打得太快，恐有疏漏。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不稳，楼塌得快。我需要一些最粗浅的武学总纲，查漏补缺，返璞归真。你可明白？不愧是镇魔司的大人，只有真正有望登顶的强者，才会如此重视根基，返璞归真。高，实在是高。明白，在下明白了。大人稍待，在下这就去取。大人，此书乃兵部与国子监编纂，从梵境到文贤名古，详尽阐述气血搬运。妖物辨识新手指导手册，还是官方正版的，这下终于能看懂说明书了。多谢，能为大人效劳是荣幸。大人此次前来，可是为了金城县的事儿？金城县？什么金城县？但我不能问，问了就是不懂行了。昏头了，镇魔司办案可是机密，乱打听是要掉脑袋的。在下多嘴，绝无打探之意。半月前，金平县6村被屠，鸡犬不留，难民逃到广武县，人心惶惶啊！都在传大人会来查办，在下只是随口一问。 6个村子，鸡犬不留。看来这世道比我想象的还要乱。金城县离这儿不远，不该问的别问。走了。好险，
这位大人的气场太强了。凡境熬炼筋骨，文弦搬动气血，力存淬炼我现在是文弦后期，离冥谷只差一步。但这书上说，突破冥谷需要海量资源，或者以妖魔血肉为引。看来我是注定要斩妖除魔了。要是真能进镇魔司就好了。朝廷发俸禄，天下妖魔任我杀，还不用担心黑户问题。可惜啊，现在只能当个无证游侠。这姑娘长得俊俏，可惜脑子不好。大家都往外跑，她怎么往里冲？老丈，京城还有多远？京城不远了，再走10几里路就到了。姑娘，你这是要去京城？嗯。姑娘，听老汉一句劝，去不得啊！那里有大妖，一夜之间6个村子全没了，鸡犬不留，连县太爷都弃了官印，带着家眷跑路了。你这细皮嫩肉的进去，那是给妖魔送菜呀！连县令都跑了，大唐律令弃官而逃可是死罪，还要祸及3族。这妖物得有多恐怖，能把一个读书人逼到这份上？这副本难度有点超纲啊！富贵险中求，来都来了，先去看看情况。要是实在打不过，我有狼行千里的天赋，跑路应该没问题。这是猪妖。父亲也太不够意思了，自己烧痛快了，咱们连块人屁都没沾到。就是，那些死掉的2脚羊肉都凉了，吃活的才叫痛快。眼神找死！人呢？在你后面。人呢？在你后面。跑什么？现在轮到你了。饶命！我爹是冥谷大妖，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冥谷啊！击杀文贤境生物乘2，获得道行60年。60年道行，连个技能都不报，果然是废物。不过这种碾压的感觉，真爽。多谢女侠救命之恩。行了，赶紧走吧。突破冥谷需要妖魔血肉为引，这玩意儿难道要生吃，还是像炼丹一样？不管了，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先打包带走。老丈，借根绳子。多谢老丈。这。许哥，喝点水。这赤铜驹脚程就是快，再有3日就到京城了。快有什么用？妖魔杀人的速度可比咱们快多了。走吧，早一日到，兴许还能多救几个人。前面就是京城县了，保险起见，今晚先在这破庙歇息一晚，提升一下实力再进城。宿主江月初，剩余道行180年。继续提升虎山神，我倒要看看能到什么地步。消耗180年道行。虎山神点睛成功，获得神通妖化虎山神，消耗气血，短暂半妖化。妖化变成母老虎，
试试。好强的力量，感觉能一拳打爆这堵墙。但是，好痛！心脏像被黑洞吞噬，气血在疯狂流失，再这样下去会被抽干。停！操！强是强，但副作用太大，这简直是拿命在开挂。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气血亏空，我的前胸贴后背，光吃干粮也不管用了。猪腰也是猪吧？管他娘的，饿死了还挑什么？啊！腥膻味重，口感粗糙，差评。大补啊！气血回得好快。不对劲，这不仅仅是回血，还在增长修为上限。斩妖得道行，吃肉长气血，这简直是完美的闭环。只要能变强，这点腥膻味算什么？两头文弦进猪腰下肚，气血奔腾如江河，感觉快要摸到冥古境的门槛了。走了，老兄，上班了。吃饱喝足，该动弹了，不然真成猪了。走，出发京城县。这味儿太冲了，闻习惯就好了。分头搜，3人1组。发现异状，立刻发信号，别逞强。徐哥，这妖物图什么？屠村战场又不吃，想占山为王？别猜妖魔的心思，猜来猜去，就2个字儿：寻死。畜生！黑衣剑仙，畜生！本想来找我儿，没想到还真是镇魔斯。我不在乎你的儿子，现在松开他，我会让你死得好受些。看来我那2个不成器的儿子已经凶多吉少了。都别过来！刘晨，带人撤，回凉州府禀报，此妖非我等能敌。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真当我诛仙是泥捏的？这是神通，万中无一的天赋神通。学人执剑久了，早忘了我是个吃人的畜生。畜生！神域刀！
猛虎快刀，无上。好硬，这就是天赋神通，连无上刀法都看不懂。原来是你！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给我起来！徐大人！卡住了，肌肉夹住刀锋，拔不出来。操，这猪皮是有多厚？徐大人，撤，带着弟兄们撤。没办法了，只能用那个了。妖化虎山神，给我出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妖，不，比妖还凶！气血燃烧太快，必须速战速决。杀你的东西！饶了！刚刚发生了什么？冥谷大妖被秒了！击杀冥谷净生物，获得道行350年。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收录？是。还是没有。回陛下，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还是没有消息。奴才听闻太后娘娘近来身子大安，常在佛堂祈福。她倒是清闲。太后娘娘能有今日，全仰仗陛下人心。够了，传朕旨意。继续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又穿越了，这是哪儿？还好面板还在，人没换，不过浑身无力。这是哪儿？醒了。你是？别急着动，我叫卫青，这里是凉州府。凉州？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是镇魔司把你送回来的，你气血亏空太厉害，昏迷了整整5天。若不是底子好，等等，镇魔司，我操！老子假扮官差的身份不会暴露了吧？完了完了，自投罗网啊！玉门关守军回报，看见一座山长腿跑了，张掖黑河倒流3日，死于飘满。星抽百里。还有呢？刘晨，那头猪妖究竟是怎么死的？那个女子又是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那是什么手段。他身后有血色虎影，刀法刚猛，但真正致命的是最后。诛杀之气比妖物更甚，一拳秒杀冥谷大妖，闻所未闻。这是何等邪功？莫不是妖物伪装的？回来诊治过，确是人族，绝无妖气。够了，京城县之事到此为止。那女子的身份，我自有决断。都退下。江家。良药苦口，这是雪参和百年黄金熬的。雪参、黄金，
听着就贵啊！镇魔司这么有钱吗？还是最后的晚餐？灰姑娘，这里是镇魔司的后院。我操！镇魔司大本营，我这是掉进狼窝里的哈士奇啊！万一暴露，直接炖了。多谢姑娘，不知救我的大人们，我想当面感谢他们。他们有公务，你安心养伤。我兄长吩咐要好生照看你。兄长，何方神圣？兄长，这眼神，感觉像被剥光了，看个透彻。大哥，你别这么看我，慌啊！将勋之女，江月初。裴长青下落不明，唯独你留了下来。你想如何？私自脱逃，罪加一等，按律当斩。不过你斩杀名古大妖，救下镇魔卫，功过相抵。两个选择：第一，押送回京，交给刑部慢慢查；第二，加入镇魔司，过往一笔勾销，镇魔司为你提供庇护。这还用选？解决户籍，还能名正言顺斩妖刷经验，简直是带薪练级呀！天底下还有这好事？镇魔司俸禄优厚，功勋。好，你说什么？我选择加入镇魔司。既然如此，从今日起，你便是正九品镇魔卫，月俸5两，米3段，肉10斤，伤有抚恤，死有追封。9品官差，月入5两，还有编制，这波血赚。你父亲江训一案牵连甚广，以你现在的实力，切勿以卵击石。欲伐参天大木，必先利其器。大人教诲，月初谨记。懂了，我现在太菜，别去送。裴长青祖籍广武，算是落叶归根。宿主江月初，境界文贤圆满，武学猛虎快刀无上，青崖回影无上，血石功圆满，胜于道行120年，已收录朱焰魔影。血石功，吞噬妖魔血肉，转化为自身气血，补益根基。啊，难怪之前吃猪肉升级了，有了这个被动技能，吃妖肉再也没有副作用，效率翻倍。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只要有妖魔杀，有妖魔吃，名古。甚至名古之上。你笑什么呢？没什么，只是想到能为镇魔司效力，心中欢喜。行了，喝粥吧，加了鹿茸枸杞。这是你的腰牌和官服，以后在大唐境内畅通无阻。折腾这么久，终于拿到这块护身符了，以后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镇魔卫江月初上线。你这皮肤底子真好，就是太不爱惜了。等你伤好了，带你去买胭脂水粉。等你站稳脚跟，给你寻个好亲事。嫁人？我想娶老婆呀！要是还是爷们儿多好。掌醒杀人剑，醉卧美人膝。现在，这错位感真让人烦躁。粥很好喝。气色好多了，该挣回药钱了。去镇魔司报道，该走的流程有人带你。是，大人。兄长，他伤还没好利索呢。死不了。这才是我嘛。这是我求的平安符，贴身放好，万事小心。魏姑娘，女子若是一辈子不嫁人，会如何？若不想嫁便不嫁，靠自己一样能活得很好。再说，等你官做大了，还能学安乐公主，养几个面首呢。这姑娘真敢说，不过听着不错。
姓名：江月初，年龄18。入了镇魔司，以前的事就过去了。九品镇魔卫，杀文贤妖物得10点功勋，名鼓100点，积攒100点可晋升8品对正。杀1头名鼓就能升官，这晋升路线挺清晰啊。这是告身文书，收好。从今天起，你是玄字营镇魔卫，出去吧，你的队正在外面等你。外面有人？刚才进来明明没看见啊！怎么是这位祖宗？为何只说来了个新人，没说来的是这尊啥神啊？在下江月初。刘晨，我乃玄字营对正刘晨。刘对正。镇魔司之权高于百官，重于王法。上斩奸佞，下诛妖邪，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便是镇魔司的底气吗？除了皇城总司，大唐15道各设一都司，下设天地玄黄4营。皇字营是耳目，负责情报勘探；弟子营是护卫，负责巡查驻防。而咱们玄字营，只有当皇字营发现妖迹，弟子营无法处理时，才由我们出手。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斩妖除魔。好极了，不用巡街，不用站岗，不用处理鸡毛蒜皮，上班就是刷怪，绩效全看击杀数，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练级点。平日里只需待命，若想去演武场或藏书谷，也无人会管。明白。那天字营呢？那不是我等该想的地方。能入天字营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起步就是从6品。咱们陇域道满打满算，也就10几人。他们面对的是最恐怖的大妖。不过以他一拳击杀名古大妖的战绩，或许未来真有机会。若你能斩杀妖王，或许便能入其中。妖王吗？哪儿来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这是走了谁的后门？这位是江月初，今日起便是我玄字营的弟兄。咱们玄字营什么时候改招女娃娃了？莫不是怕咱们阳气太重，找个姑娘来调和调和？闭嘴！镇魔司招人素来严苛，是女子又如何？那位闻名天下的右镇魔使大人，也是女子之身。哼，那位大人斩大妖如屠狗，万妖闻之胆寒。可眼前这位，他算什么东西？他算什么东西？也能与那位相比？刘队长，我老赵没别的意思，咱们弟兄哪个不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小娘们细皮嫩肉，让她跟着去拼命，是去送死，还是拖累咱们？住口！不服？不服！这是要打？老赵可是文贤中境的好手，一手劈山拳。小姑娘年轻气盛，可惜眼神不太好。什么鬼动静？哪个勾致的把房子拆了？发生了什么事？徐大人，弟兄们平日切磋惯了，一时没收住手，惊扰大人不算什么事儿。哦，魏大人说的女子，便是她。啊！难怪手段如此狠辣，
原来是魏大将军亲自点头的人。正是这位江姑娘。镇魔司不问出身，只看手段。魏大人既看中你，想必有过人之处，莫要荒废了。多谢大人教诲。毁坏公物，照价赔偿。这根柱子的修缮费用，从他们2个的月俸里扣。得，上班第1天就被扣钱，早知如此，还不如把它往地上摔。此乃血钱丹，用妖魔血肉辅以灵药提炼，对名古境武者都有精进积血之效。9品镇魔卫1月1瓶。按理说，新人可去藏书阁领一本基础斩妖武学，可我看你刀法已自成一道，那些基础武学想必对你也没什么大用。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若没有金手指，练到猴年马月去。既然能开挂，何必费劲钻研？吃饱了撑的。真的假的？魏大人会亲自过问一个新人的事？千真万确。当日我听到徐大人亲口说的，难不成是哪家大人物的千金下来历练的？历练？跑咱们镇魔司历练，嫌命长了？他该不会是个太监吧？操！吓老子一跳！他刚刚是不是看我了？看你？看你长得丑吗？赶紧吃你的豆子吧！江姐，那日是我赵虎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先坐。甘州张掖郡，半月前黑河倒流3日，河水腥臭，鱼虾死绝。司礼先前派了黄自营的一队弟兄前去勘察，可如今没了音讯。头儿，司礼就派咱们1队人去。刘队，不是我老王长他人志气，连对方是什么东西、什么敬畏都不知道，就这么一头撞过去。司礼这是让咱们去送死不成？如今都司人手捉襟见肘，各路妖患喷发，大妖出没之地需要镇压，州府要地需要巡查，咱们不去，谁去？妖魔越多，意味着我能斩获的道行越多，道行越多，实力提升越快。这乱世，正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更不能让无能为力成为事实。张掖的百姓等死，黄自营的兄弟尸骨未寒，咱们就坐在这儿唉声叹气。头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总得知道对方是个什么玩意儿吧？什么时候出发？既然要去，宜早不宜迟。在这里干耗着，妖魔也不会自己死掉。明日一早卯时出发，都回去准备吧。此去张掖路途遥远，备足干粮、伤药，还有，记得给家里留封信。母后，儿臣新得了几块上好的端砚，特来献给母后。不必了，哀家如今礼佛诵经，早已不用这些。倒是你整日斗鸡走狗，可有半点长进？母后，您又不是不知道儿臣……儿臣什么？如今是个闲散王爷，无权无势，便可自甘堕落了。当年若不是为了他，这大唐江山本该是你的。母后，慎言。退下吧。进来。娘娘，江心之女江月初非但未死，如今已成了陇翼道镇魔司的人。怎么可能？裴长青呢？裴长青及其麾下一队精锐尽数失踪，据说遭遇了大妖。哼，裴长青是文贤境武者，遭遇大妖连个消息都传不回。那江月初一个弱女子凭什么活下来？镇魔司不仅不查他，反而招他入伍。江月初，那个平日里只知读诗作画、见人脸红的怯懦丫头，在那等必死之局中存活，还能让镇魔司破格录用。看来他藏得很深啊！哼，好一个江月初，如此隐忍，究竟所谋哪般？
可还习惯？还行。我这是废什么话？这可是一拳打死名古大妖的主，怕是跑死这几匹马，他都不会累。那日京城县出刀的那个，后来怎么样了？你说的是许大人？嗯，废了。大人想让他做个文书，安稳度日，可他不愿意。前几日已经辞官还乡了。那把刀，什么？没什么。去。我操，这也太臭了！都忍着点儿，仔细查探，看看有没有线索。只有恶臭，却无妖气残留，要么是妖物手段高明，要么另有隐情。这些百姓还没跑，这种水喝了还能活？他娘的疯了不成？老赵，你不要命了？这水喝了会死人的。不喝这个喝什么？喝了兴许是慢慢死，不喝不出几日便得渴死。你来选。多谢老丈配合。不是我不配合。半月前河水倒流3日之后，变成了这副鬼物样，8成是龙王爷发怒了。龙王？此话怎讲？地里的水是龙王爷赏的，各村各镇都供奉龙王爷香火，不敢懈怠。那之前可有一对和我等着装相似的人来过？好像是有这么几个人。问过几句话，便顺着河岸往上游去了。多谢老丈。都说说吧，怎么看？还能怎么看？那所谓的龙王爷，10有8九便是盘踞此地的妖物。如今这般光景，怕是妖物出了变故。呸！什么狗屁龙王爷，不过是头占着水脉的畜生。依我看，直接杀过去剁了他的脑袋。剁了脑袋？你知道他在哪儿？什么境界？黄子营的人死不见尸，你当是闹着玩的？你，赵虎，行了，与其凭空猜测，不如去上游一探究竟。所有人上马！他娘的，这鬼地方连个活物都没有！闭嘴！头儿不对劲儿，黄子营最擅长留记号，这一路却连个屁都没看见。难道那个老汉在说谎？源头是干净的，那这满河污水从何而来？分头找。能看出也是精心修过的寺庙，为何砸了神像？别跑！小兔崽子，给老子站住！哎呀，还他娘的咬老子！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是镇魔司的人来查黑河的事儿。这孩子显然知道些什么。江姑娘，你看，要不你去问问？我们这帮粗人，别说小孩，耗子见了都绕道走。我是女的没错，可上辈子我是个爷们儿啊！让我砍妖我不眨眼，让我哄小孩，这不是要我命吗？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水。阿水，你也是镇魔司的人，这么好看的姐姐，怎么会跟这些凶神恶煞的人是一伙的？姐姐，你们也是来抓龙王爷的吗？龙王爷，这里供奉的便是你说的龙王爷？以前是的，可是现在龙王爷不在这里了。那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哼，你别吓着人家孩子。阿水，你慢慢说，别怕。以前的龙王爷每年都要一对童男童女当祭品，现在的龙王爷来了之后，打跑了以前那个，就再也没要过。那还不是一丘之貉？有，现在的龙王爷好多了。那后来呢？龙王爷什么都好，就是太孤单了。他想要个孩子。妖物生子常有，可这听着怎么不对劲？村长家的杏儿姐，有一回去河里洗澡，回来之后肚子就大了。隔空取物听过，隔水播种，这他娘的是什么神通？村长请了道士来看，说是怀了妖胎。村长气晕了，带着人要砸了龙王庙。那后来呢？那姑娘，杏儿姐姐死活要生下来，被村里人骂不知廉耻。最后，族老做主把她装进猪笼成河了。所以黑河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杏儿姐姐死后的第二天，龙王大怒，河水倒流3日，然后就变得又腥又臭。鱼也全死了。那你呢？为什么会在这里？龙王爷心善，把贡品分给我吃。他只是太想当爹了。杏儿姐死了，孩子也没了，他才发脾气的。冠爷姐姐，你们能不能放过龙王爷？他已经很可怜了。可怜？那些喝臭水等死的百姓就不可怜了？黄子颖死去的弟兄就不可怜了？一码归一码，妖就是妖，害了人就该杀。你怎么看？职责所在，自然该杀。坏人，你们都是坏人！让她走吧。本以为女子心软，没想到竟如此果决。镇魔司只有一条规则：斩妖除魔。他娘的，早知道刚才就该多问那小丫头几句。黄子英的下落还没着落呢。若不是你猴急，人家能跑吗？行了，孩童之言不可全信。既然事关村子，那就去村里查。女子怀妖胎被陈塘这种丑事，稍微打听便知。都收拾一下，走吧。爹，他们又来了！爹，镇魔司的官皮往村里来了！来了就来了，怕什么？万一查出蛛丝马迹，查到什么？咱们行得正，坐得端。那畜生要童男童女时，镇魔司在哪儿？咱们啃树皮时，镇魔司在哪儿？为了活命，自己想办法，何错之有？只是苦了你妹妹，谁能想到那妖物竟有那般邪门手段？
爹，他们进村了。不对劲。几位官爷风尘仆仆，想必是为黑河一事而来。你是何人？老汉便是这黑水村的村正，姓张。我等奉命调查黑河异变，顺便找几个人。官爷，屋里请。不必了，只问几句话。半月前，可有一对和我等着装相似的人来过？有，也是问了几句，便去找那作祟妖魔，再没见着。他们可曾说过要去何处抓妖？说了，说那妖物就在黑河里。啊！黑河延绵百里，妖物在河里，怎么找？我们在上游龙王庙见过一个叫阿水的女童，她说村里有个叫杏儿的姑娘怀了妖胎，被沉塘。可有此事？家门不幸啊！那杏儿，便是我那苦命女儿，被妖魔迷了心窍，不清不白怀上妖胎，村里人戳脊梁骨，骂不知廉耻，我气呀！把她关柴房3天3夜，她宁愿饿死，也要护着孽种。最后祖老做主，为了不招灾祸，我亲手把她装进猪笼，沉了河。他毁了我女儿，毁了张家名声，又断了全村活路。我们一村子老小只能活活等死啊！求求官爷，杀了那畜生！老张，先起来。那妖物藏在水底，我等不善水性。官爷放心，那畜生是个痴情种，我那苦命女儿曾在村西头回水湾，她常去那里徘徊，只要设伏，定能等到她。黄子莹一定也是循着线索去了回水湾，那妖物10有8九就在那里。我知道了，即刻出发，前往回水湾。多谢官爷，老汉去准备酒肉。酒肉不必了。斩妖除魔是职责，不必言谢。不过，杏儿虽因妖而死，尔等动用私刑陈塘，乃大唐律法不容。了结妖物后，我会如实上报县衙，该当何罪，自有朝廷公断。好自为之。这。摩斯的靴子是咱们的人。撤！这玄铁横刀竟被硬生生折断。是黄子莹对证王显的刀，文贤后进的高手，竟然……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等，既然是在这儿出事，那妖物定会现身。所有人后退10丈隐蔽，刀出鞘含丹药，一有动静立刻动手。
儿，我给你带了吃的。你怎么还不醒？看看我们的孩子，他快出事了。妖物多情，何其荒诞！但无论如何，今日必须斩杀此料。动手！区文贤境也配来讨伐本座？小心！皮粗肉厚，力大无穷，还能控水，硬碰硬是找死。赵姑娘，小心！宿主江月初，生于道衡120年，开始消耗道衡妖化，90年、60年、30年0，妖化成功。那是什么？这他娘的，到底谁才是妖魔？召唤血虎之力，向冥府大妖死！冥谷大妖一刀没了。击杀冥谷境生物，获得其道衡420年。击杀冥谷境生物，获得其道衡420年。没有收入提示。这鲶鱼精好歹也是冥谷境，还能控水，怎么连收录资格都没有？难道是百妖谱嘴刁，看不上水产？等等，血石宫，但这么多人看着。江姐，您没事吧？没事。这妖物的尸首如何处理？按规矩，若方便，需完整运回都司府库。妖魔身上不少东西都是炼丹制器的材料，
那若是不方便呢？便只能取下腰丹、筋骨等紧要部分，其余的就地抛弃。江姑娘，你居功至伟，但这妖尸处理起来麻烦，不如劳烦你留下来善后。刘队长，你说啥呢？这等粗活怎能劳烦江姐？江姐，您歇着，我来。这小子平时挺知灵，怎么关键时刻这么没眼力劲？都愣着干嘛？没听见刘队长的话吗？赶紧的，搭把手，把伤员抬到干净地方去。血石功，开！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个妖魔了？好强的气血！这便是文献经与冥古经的壁垒吗？寻常人水滴石穿，耽误我要大罢血红！给老子开！不够，还不够，裂了，壁垒裂了，再来！恭喜宿主突破，已达冥古之境。乖乖，连骨头都化没了。这血石功简直是杀人越货必备神通，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人使。江月初啊，江月初，你还是个人吗？可以了。这妖物的尸首呢？什么都没有。都愣着干什么？将这些东西收好。头儿，那黑水村的事儿，妖物已除，此事便算告一段落。至于动用私刑一事，我会如实上报，自有县衙处理。若是事事皆要镇魔司亲委，那还要这官府作甚？江姑娘，多谢。功劳定如实上报，赏赐定不少。18岁女子之身斩杀冥古大妖，这般功绩，怕是晋升文书几十日便下。姑娘前途不可限量，日后还望多多指教。若无他事，告辞。宿主
江月初，境界冥谷出境，道行420年，已收录虎山神、青面郎君、朱燕。420年，穿越以来最大一笔巨款，穷了这么久，乍然暴富。冷静。钱要花在刀刃上。虎山神主攻法猛虎快刀，青面郎君青牙回影，诡谲但不够强力。朱燕血石功辅助逆天，但杀伐之力才是重中之重。提升虎山神。虎山神天成，此妖已真至完美，浑然天成，可短暂将其妖影化虚为实，照之对敌。猛虎快刀晋升至冥谷劲武学，虎啸镇魔刀精通。化虚为实，以后对敌除了妖化，又多了一个堪比冥谷大妖的帮手，简直离谱。精通？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氪金无数，抽了无数个满命角色，结果天赋技能还不是满的。这合理吗？武学境界入门精通，小成、大成、圆满、无上，先前2门都是无上，如今这虎啸镇魔刀威力虽强，境界却只是精通，这算什么？罢了，威力却是强了许多，但这精通总觉得亏了。哪怕有银法天授，练到小成也要几10年，合着没了外挂，我就是个废物。操！宿主境界已达冥谷，可耗费道行，直接灌注武学，提升其境界。还能这样？13年，连个想都听不见。不过，这倒是个新路子，只要能杀妖，道行总会有的。无上之上，又是什么？蚊子在想，也是肉。灌注虎啸镇魔刀。唉，果然。罢了，睡觉。张姑娘，你在吗？刘队长，有事？徐大人找你。徐大人，那个偏将。徐大人统管玄字营大小事务，你斩杀冥谷大妖的功劳，已报司里批下来了。你如今已是8品对正，按规矩，新进对正都要去见他听些训示。啊，我升官了，我连1个月工资都没拿过。这个月工资按9品发还是按8品发？徐大人名讳徐长风，京城将门世家，其父是左骁卫大将军，自幼天赋出众，纯阳宫高人指点，15文贤，21冥谷，如今不到30，怕是已经半步成丹了。半步成丹？不到30，半步成丹。若500妖谱，我连人家车尾灯都看不见。人比人，气死人！徐大人性子冷，不喜言笑，也不与旁人打听家事。待会儿见了大人，莫要紧张，问什么答什么，切记莫要多嘴。明白，不就是见领导吗？少说话，多点头，这套流程我熟。大人，江月初带到。进来。卑职江月初，见过许长风大人。
抬起头来。这家伙很强，若不动用底牌，我撑不过一招。江月初，你可知本将为何要见你？卑职不知。按理玄字营不收女子，你是第一个，为何看中你？想必你有过人之处。金城轰杀猪妖，黑河斩了水怪，2次出手皆是名古大妖，干脆利落。我很好奇，你这一身本事从何而来？家传。家传？据我所知，你父将勋乃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你这刚猛霸道的刀法从何而来？家母所传。哦，那你母亲师曾何人？卑职不知。家母早亡，许多事未曾说起。罢了，这是你的告身：8品对证，月俸10两，米50，肉20斤，另配独立小院。月俸10两，翻倍了，发财了！多谢大人。不必谢我，这是你应得的。镇魔司不养闲人，也不养废物，你的本事配得上这个位子。哦，对了，如今人手不足，你手下的人都是新招募的江湖刺头，能不能让他们服你，看你自己本事。刺头？卑职明白。下去吧，去账房领这个月的俸禄，再去寻你队里的人。是。江家。如何？大人没为难你吧？还好。那就好。徐大人虽然性子冷，人还是不错的。刘队长，以后怕是不能再叫你队长了。你我同级，以后便以姓名相称吧。这才几天，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反过来叫你大人了。走吧，带你去账房。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账房？今天才初10，还没到发疯日吧？这你有所不知，这是司里规矩，凡晋升者当日可去账房直取一笔与新职月俸等额的升官钱，纯当彩头，不算在月俸里。嚯，还有这好事！原来如此，那便有劳了。徐大人虽冷，但赏罚分明。至于你手下那队人，我倒是听人说过。我手下那队人，怎么了？麻烦倒谈不上，只是不好管。司里缺人，招了不少江湖刺头，桀骜不驯，不守规矩。哦，值得留心的有3个。第一个，刘珂，落雁山庄庄主私生子，天赋出众，20出头入文贤，但心高气傲，来这是为了赌气证明自己，背景深厚。若是在你手下出事，会有麻烦。豪门弃子，明白了。另外2个呢？第2个，陈通，老江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得罪仇家走投无路才来的，性子暴躁，只认拳头，不认官事。这个好办，打到服为止。第3个，法号不见，金刚寺出来的。和尚也来镇魔司？除了不杀生，什么戒都犯了个范，被师父踹下山的。说是要在红尘中修行，正金刚怒目之道。好家伙，神仙阵容啊！徐大人让你带这队，怕是想让你去镇场子。总之，万事小心。小心？我现在只想跟他们亲切交流一下。8品对证，江月初，这才几天功夫。是啊，后生可畏。多谢。写个屁！规矩。
他娘的，干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升官这么快的。你那队人就在前面，我就不送了，自己多加小心。刘兄，今日多谢。这算什么？大家都是弟兄，说这些都生分了。这份情我记下了。来，压大压小，买定离手了啊！又是小，不叫你个秃驴，是不是出老千了？阿弥陀佛，贫僧乃出家人，赌桌之上全凭佛祖保佑。施主输了钱，可莫要污蔑贫僧清白。这女子好看是好看，来这儿做甚？哪来的小娘们儿？滚一边去！别在这儿碍你家爷爷的眼！阿弥陀佛，这位女施主莫不是走错地方了？此乃镇魔司重地，可不是你这般娇滴滴的女菩萨该来的地儿。刘科、陈通、不厌，都在这儿吧？你他娘的是谁？怎么知道爷爷们的名号？女施主找我们兄弟三人所谓何事？莫不是化缘化到咱们镇魔司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她不就是前些日子把老赵按在桌子上打的那个女娃吗？哪个老赵？刘晨手下那文贤钟敬一招都没走过。何止？听说这位是魏大将军亲自挑的人，徐大人亲口说的。就算是我镇魔司同僚又如何？姑娘无故闯入直呼我等名讳，未免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了吧？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爷爷们面前指手画脚？信不信老子今天就给你开了瓢？把刀放下！你他妈！忘了和你们介绍，在下江月初，以后是你们对证。对证，8品官职，一个女人出入镇魔司位极公祭，凭什么？难不成她单独斩杀了名古大妖？开什么玩笑！奉徐长风偏将之令，任命江月初为8品对证。阿弥陀佛，贫僧不就见过江对正，贫僧这就知道江对正绝非池中之物。这陈通是个粗人，您大人大量，先把刀放下可好？这小娘们儿，好恐怖的距离。你在教我做事？不敢，不敢，贫僧绝无此意。都听好了，我江月初不喜多言，也不喜多管闲事。你们斗鸡走狗、饮酒作乐，我一概不管。但丑话说在前头，到了我这里，只有一个规矩，那便是我的规矩。谁若不服不认，趁早滚蛋。若想在我手底下作妖，先掂量掂量脖子够不够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操！竟被一个女人吓成这样。可是江大人当面。
你是？卑职敬妖坊小吏李福，早就收到都司吩咐，特在此等候，为大人引路。要说都想当官呢，这待遇。请，大人请，大人可还满意？有劳了。这院子采光好，城东采买方便，城南饭菜可口。好了，你先下去吧。是，卑职告退。这便是我的家了，在这个异世头一次有了安身之所。虽然来得有些血腥，这么大的屋子，是不是该雇点丫鬟下人？不，江月初，你怎能如此堕落？才8品对证就想享受，这点俸禄连练武都不够。穷文富武，哪怕有百妖谱，平日消耗也是天文数字。如今名古境，光吃饭就要花掉大半工资。以前还能舔着脸去卫青那儿蹭饭，现在，还是老老实实自己买菜做饭吧。武者吃食大有讲究，寻常猪羊肉难饱腹，更难增进修为，得买妖兽肉。什么？这点肉你卖50两？你怎么不去抢？大人，这妖兽肉一直是这个价，寻常猎户不敢碰，只有江湖人敢猎杀。操，50两，抢劫都没这么快。5个月薪水买一块肉，这谁受得了？但我好歹也是8品对证，总不能真去抢吧？罢了，给我切5斤牛腱子肉，再来2只肥鸡。这肉包起来吧，我替他付钱。魏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恰好路过。不用，怎能让大人破费？这点钱对我而言9牛1毛。你如今踏入冥谷，正是补气气血之时，普通肉食杯水车薪，莫要省这些身外之物耽误休息。他知道我踏入冥谷了，徐长风没说，或者是他早就看出来了。多谢大人。如此照拂，所求为何？罢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我记下了。若是真嫁人，说不定还是个贤妻良母。呸！想什么呢？肉质软糯，汁水饱满，气血增长了一丝，虽不如妖魔血肉狂暴，胜在细水长流。妖兽毕竟不是妖魔，这肉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看来以后得多挣钱了。江姑娘，且慢！怎么了？徐大人有令，今日所有玄子营对证及以上人马速去正殿，有要事通告。江姑娘，昨日你去见手下那队人，可还顺利？没什么事，江湖人嘛，都硬气。我昨日过去劝了劝，就软了。江姑娘，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那些是中郎将，他们衣服上绣的是陇右金青，乃镇魔皮弦的神兽金饰，只有郎将以上才有资格穿这般服饰。
那徐大人怎么穿个白板装？对于徐大人这般人物，若无要事，自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懂了，领导特权，以后我要是到了那位置，穿裙子来上班，也没人敢管。既然人齐了，那便直入正题。此次召集尔等，只为一事。玉门关疑似有新的承丹大妖出没。承丹大妖，那是行走的灾厄，抬手便能覆灭一座城的恐怖存在。天字营已去探查，若消息属实，玄字营上下将调派过半人手，随魏大将军亲赴玉门关镇压妖魔。过半人手，倾巢出动，连我这个新进的8品对证，恐怕也逃不掉。这些时日，务必将陇域道内已知妖患悉数解决。玉门关一旦开战，后方若乱，前线必溃。此乃大唐安危之战，容不得半点疏忽。是，这是危机，也是机缘。若是能参战，不知道能斩杀多少妖魔，获得多少道行。只是那是承丹大妖，我区区名古初级，这般实力过去，纯属送财。算了吧，各队队正领了任务便去执行。承丹大妖，若是咱们陇域道的指挥使大人还在，哪轮得到那老给子在玉门关外放肆？指挥使，指挥使乃3品大员，可去年因为新皇登基的事儿，你从京城来的，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个锤子，前身就是个傻白甜大小姐。不过这世道，议论皇权是要掉脑袋的。如今咱们陇右指挥使一直空缺，暂由魏大将军负责。堂堂一道指挥使，说没就没。这世界的皇权政争，怕是比妖魔还凶险。咱们底下人少沾为妙。不过你出生对正第一次带队，除了小心妖魔，更要提防人。人？新皇出力，江湖动荡。前些日子有个偏帐就被几个江湖门派联手坑杀。若遇绝境，别犹豫，扭头就跑。大不了回来挨罚，总比把命丢了强。这话等于白说。真遇绝境，谁跑得掉？当然，只要不是死得无声无息，司礼自会派人替你报仇。那偏将出事后，魏大人带精锐3天就把那几个门派屠干净了。江湖之人竟比妖魔还凶险，看来得留个心眼。江队长，这是您队下的差事。出任务前需去后院马厩领取赤铜具，另外若有余力，尽量将妖魔尸首完整带回府库，会折算功勋。若不便，也要带回关键部位作为凭证。多谢提醒。黑熊精讲法，开什么玩笑？熊瞎子不找母熊，跑去当和尚。熊瞎子不找母熊，跑去当和尚，疑似半步名古境修为。队长，这差事是不是搞错了？咱们这才怕个鸟！不就是头熊瞎子吗？老子当年干就完了。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佛门清净地，岂容披毛戴角的畜生玷污？贫僧今日定要替天行道，清理门户。收拾东西，半个时辰后，后院马厩集合。干粮、伤药、兵器自备，谁要是迟了，自己滚蛋。城西王土家的婆娘昨晚卷钱跑了，说是上了山，被那熊瞎子迷了心窍。什么熊瞎子？人家是黑熊大师。
大师说了，尘世皆苦，唯有皈依我佛，方能得大自在。我呸！一头畜生也配谈佛法？真有本事，怎么不把石头变金子分给穷人？你污蔑大师！我亲眼见过大师一掌劈开山石，那等神威，不是佛法是什么？劈开山石，真的假的？听说比广济寺主持讲的还好呢。放他娘的屁！昨日山下乌泱泱跪了一地，表弟媳妇不管发烧娃，背米上山供奉，这叫他娘的什么福报？他娘的热的鸟都快熟了。阿弥陀佛，心静自然凉。秃驴，给老子来一口！使不得！再敢多嘴，全都给我走着去！是镇魔寺的人，定是为了那头熊妖。官爷，求求你们救救我婆娘吧！官爷，救命啊！我儿子也上山了。各位相信你们。闭嘴！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这与魔道妖人何异？几位大人一路辛苦，不知来此所谓何事？妖物。哦，那黑熊精前几日自己便下了山，不知所踪。如今百姓已安然无恙，下官正准备上报都司结案呢。放屁！城门口跪了一地的人哭爹喊娘，你说没事了？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官家人怎可满口胡言？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戏耍镇魔司！说，是不是与妖物勾结？冤枉啊！下官哪敢与妖魔为伍？那便说实话。本来是有妖的，只是那是宝刹寺的护山灵兽。昨日，宝刹寺僧人找上门，说是要带回山门，严加看管。宝刹寺乃佛门圣地，高僧慈悲为怀，连百姓哭求都不闻不问。如今听到大派名头，怕是更要退避散避了吧？这一趟，终究是走个过场了。宝刹寺的人在哪儿？我们在这儿。阿弥陀佛，贫僧在此等候各位施主多时。贫僧宝刹寺慧明，见过大人。这是师弟慧远。你，师弟。哼，钱大人，贫僧想与这位女施主单独聊聊。这……都出去吧。走走走，别杵在这碍事。宝刹寺，好大的威风！圈养妖物害人，如今想靠名头结果，你们修的哪门子佛？原来是落雁山庄那个见不得光的野种，怎么
跑这儿撒野来了？你找死！两位大人，使不得呀！和气生财。好茶，此次确是宝帕庙管教不严，让畜生惊扰了地方，贫僧特来赔罪。白银500两，给各位大人接风洗尘。另外，宝刹寺欠大人一个人情。宝刹寺的人情，在陇一道确实值钱，只要不谋逆，什么事都能摆平。那头畜生可在此地害人？畜生嘛，难免开些荤腥。不过大人放心，都是些山野村夫，死不了几个，绝对不会让大人难做。死了几个？死了几个？天灾人祸，死去的百姓何止千万，大人何必执着？再加500两，1000两白银，加一个人情，既能交差，又能发财结善缘，何乐而不为？我不是好人，为了活命，我杀过无辜之人。那时候没得选，但现在……大人，这是何意？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你这人情不太值钱。为了几个泥腿子与宝塔寺为敌，值得吗？镇魔司办案，何时轮到方外之人指手画脚？拿镇魔司压我，便是指挥使在此，也要给我佛3分薄面。你算个什么东西？今日若识趣，便乖乖滚回凉州府。别说只是吃了几个泥腿子，就算真是我亲手杀的，你镇魔司又能奈我宝刹寺何？老贼受死！莫给江大人惹麻烦。我混迹江湖和加入镇魔司究竟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家猫，一个是野猫罢了。这宝刹寺太霸道了，回头得赶紧立个牌位供着。你完了！我宝刹寺绝不会善罢甘休，天上地下没人救得了你。擅自干涉镇魔司办案，阻挠公务，按大唐律法，该当何罪？回大人，情节严重者，可就地格杀。很好，那还不给我拿下！大人，此事需从长计议。宝刹寺根基深厚，贸然得罪，会引来天大麻烦啊！你敢打我！阿弥陀佛，贫僧看你魔障了，帮你醒醒神，不必言谢。臭泥狼的秃驴，敢跟我们耍横！刚刚不是你叫的最凶吗？怎么真让你动手的时候，反倒唧唧歪歪？我……放开我！我是戒律院首座的弟子，你们
今天动了我，一个都活不了！师弟住口！大人息怒，师弟年轻气盛，贫僧代他赔罪。只要放我们离去，宝刹寺必有厚报。只要让我活着回去，定要让这女人付出代价。你当真要鱼死网破？宝刹寺名古境高手不下数十，更有成丹境长老，不出3日，必有人取你性命。这身皮护不住你一世。如果他们能杀我，就尽管来。斩杀文贤境生物，获得道行15年；斩杀文贤境生物，获得道行10年。2名文贤境武者加起来，竟还不如一头妖物。人族修行虽快，但这暴率着实感人。他真把人杀了？那可是宝刹寺的人啊！这女人是疯了吗？该醒了。此事与尔等无关，若宝刹寺的人来问，你只管如实相告便是。若再装睡，我便让你长眠。那头黑熊，如今在哪儿？还在山上。还在？大人有所不知，这帮秃驴昨日便到了，却迟迟不动手，说是要带回寺中设坛做法，需斋戒沐浴。我看他们就是巴不得那熊沙子多吃几个，好似多吃一天，他们就能占什么天大便宜一般。原来如此，养寇自重，借妖敛财吗？哪座山？城北外10几里，北山破庙。你们2个处理尸体，其他人随我上山。阿弥陀佛，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走喽走喽，斩妖除魔去喽！我自诩名门正派，心怀侠义，可真遇上事，除了动嘴皮子，竟不如这一介女流。还愣在这里做甚？还杵在这儿当门神，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准备唱戏给我看？我矫情，赶紧跟上！是。何为苦？腹中饥饿是苦，身上无衣是苦，求而不得，更是苦上加苦。痴儿，痴儿啊！这苦便来自于尔等的贪嗔痴。放下，要放下！只要舍了身外之物，一心向我日日供奉，贫僧自会度化尔等往生西天。大师说的对，我悟了，我悟了。今日便到此为止，都散了吧，明日赶早。他娘的，还是大哥脑子好使，披身袈裟胡咧咧几句，就有吃不完的供奉。杀人吃肉，还有秃驴帮忙擦屁股，神仙日子也不过如此。大师，
进来。大师，今日的功课，让王麻子家的那个来。这大师王麻子家那婆娘，昨日已经被您开过光了。不过大师放心，那婆娘还有个妹妹，生得比她姐姐还要水灵。小老儿这就去让她给您送来。去吧。水灵的好，水灵的嫩。阿弥陀佛，没想到这荒山野岭竟供奉着这位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哼哼，管他什么爷，今儿个都得给熊爷腾地方。什么破神仙，若真能洗清罪孽，我改天灭几个庙庙再皈依，看他收拾不收。你要是真能诚心悔悟，说不定还真收了你。搜。谁在外面？不是说了明日再来吗？别来打扰本座的功课，滚！看我做甚，还要我教你们怎么做？懂了。擦！畜生！谁他娘的敢坏了本座的好事？镇魔司？怎么，慧明没和你们说清楚吗？我靠你祖我！看来是没说清楚。哼！一群废物，滚吧！本座今日不与你们计较，莫要不识抬举。怎么会？
半部名骨，哪怕他是妖魔，也不至于差距如此之大。哼，怎么还不走？莫不是还要我请你出去？若非如今归顺了宝刹寺，不想惹一身骚，这几个不入流的小卒还不够我塞牙缝的。不知死活的东西！本座与文贤之境蹉跎几百年，只差一步便踏入冥谷。冥谷之下，我无敌！这声音筋骨齐鸣，这是实实在在的冥谷境，一个17、18岁的冥谷境。开什么玩笑！饶了我！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别！杀了我！有种就杀了我！我以为你们妖物会很喜欢这样。阿弥陀佛，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这便送你上路。击杀文贤境生物，获得其道行360年。又有新妖物，收录。成功魔影黑山雄君，获得妖物馈赠。风口步气法黑山雄君独门横练功法，竟是横练功法，淬炼肉身，刀枪不入。同境界下几近无敌，只是修炼极苦，且需海量资源。没想到这熊妖竟有此等好货。这女人太狠了。收拾一下。拿着，回去交差。队长，这还有一个。没气儿了。原来如此。面对百姓哭求时的冷漠，或许只是不想给无谓的希望。镇魔司能杀妖，却未必能救人。天色不早，你们先下山回县衙。是。宿主江月初，境界冥谷中境，道行185年。冥谷中境，这熊妖倒也没说大话，根基确实完美。
若是天下的妖魔都这么懂事，日子就有盼头了。道行还剩185年，根本不够用。虎山神、狼妖、猪妖、熊妖都在嗷嗷待捕。队长，这是从那2个秃驴身上搜出来的。拿着给弟兄们分了吧。队长，这太多了。阿弥陀佛，队长赏的拿着便是。这钱不好分，不如每人100两，剩下的回凉州府去醉花楼，大家乐呵乐呵。嘿嘿，听人说醉花楼新来了几个胡人们，那个比头还大。我不好这口，我不用。刘公子是斯文人，不喜欢庸脂俗服。江队长，您看，要不也一起？听说那小罐儿，个个唇红齿白，身娇体软。滚！得嘞。虎啸镇魔刀圆满，终于圆满了。这风口固气法果然霸道，连镇魔司的制式横刀都伤不了分毫。以后站着让人砍，怕是也得费上一番功夫。这么大雨谁会来？徐大人。屋内说话吧。大人请坐。你这里倒是清静。卑职一人居住，清静些好。你平日喜欢做什么？无非是练练武，看看书。哦，不知都看些什么书？杂七杂八，什么都看。那可曾听过镜花水月，4位奇女子？不曾。那岁寒三友呢？不曾。那大人您说的这些卑职，都未曾听闻。你倒是个有趣之人。罢了，今日前来，并非是为了闲聊。说说吧，宝刹那边是什么情况？卑职在河川县杀了2个宝刹寺的僧人。为何杀人？阻挠办案，勾结妖魔，对朝廷不敬，按律当斩。好一个按律当斩！你可知宝刹寺在陇右道是何等存在？你就不怕？卑职是镇魔司的人，杀的是勾结妖魔之徒。若是司里护不住我，那卑职也无话可说。看看吧。校尉，七品。宝刹寺的事，魏大人已经压下去了。与其在凉州府等着麻烦，不如去玉门关避避风头。你手下那队人一并划入先锋营，归你调遣。先锋营死伤最重，功劳也最大。是福是祸，看你自己本事。
多谢大人提携。你这院子太过清静，少了些人气。若不嫌弃，明日可去我那儿，领些花草装点一下。是。先锋校尉7品，月俸40两，这升迁速度简直像开了挂。玉门关，风险越大，道行越多，富贵险中求。一晃来陇越7年了，本以为能杀出个朗朗乾坤，如今却困在这四方城里。大人，府上送了信来，老爷和夫人问您今年除夕可要回京一趟。回京吗？盯着我的人太多，我若一走，他们怕是睡不安稳。你说，我还有机会回去吗？你说我将她升为校尉，可否不妥？大人，江姑娘虽有功绩，但毕竟资历尚浅，又是女子，还是罪臣之后，这般火速提拔，难免有人不服。京城那些镀金的世家子弟也没这般速度。但你可知，我一开始甚至提议直接升他为郎将。郎将，那是6品，统兵近千。大人您，魏大人觉得太过惊世骇俗，这才委屈他暂任校尉。合着您2位还真商量过？大人，这究竟是为何？此女心性、手段、天赋皆是上选，但最关键的是其身份。身份？江巡不过是个从3品的礼部侍郎，如今还是阶下囚，能有什么特殊身份？我父亲早年与江巡有交情，曾听过一桩密言：江巡在江月初出生前2年，曾因意外伤了身子，早已失去生育能力。难不成那江月初是先皇的？这也只是猜测，或许江信治好了隐疾，又或许得了先皇青睐。但这桩密文，听过便是烂在肚子里。如今新皇登基，多嘴便是自寻死路。卑职明白，绝不多说一个字。那头承丹大妖自关外妖国，血脉不凡。他若能在玉门关活下来，往后这大唐镇魔司必有他一席之地。我倒是很期待他能走到哪一步。天子营回来了，玉门关的事是真的。承丹大妖，我操，还真是！听说折了2个兄弟才探清底细，血脉尊贵，不是山野精怪能比的。承丹境到底有多厉害？多厉害！鸣古境顶天祸害一线，一旦入了承丹，呼风唤雨，搬山填海，虽有些夸大，但覆灭一座小城，轻而易举。那咱们岂不是怕个鸟？吃的就是这碗断头饭。魏大将军领队，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听说了没？玄子营新提了个校尉，还是个新人，那个女娃江月初。什么？那个刚来就把人按珠子上打的？这才几天，何止啊！听说他在河山县宰了半部名古的妖物，还顺手把宝刹寺2个和尚剁了。开什么玩笑！老子卖命10年，还是个8品。他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还没领过俸禄就当校尉，还是先锋营？凭什么？哼，或许是凭那张脸蛋儿吧。是宋人宋校尉，陇右宋家的人。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杀个把小妖就能一步登天，诸位心里就没点想法？我可是听说，
昨日徐大人亲自去了他那静妖坊小院，待了足足半个时辰才出来。我就说嘛，英雄难过美人关，咱们拼死拼活，不如人家村上卖力。咱们这镇魔司迟早要……你塔塔的嘴里喷什么味儿？是江月初下那队人。我倒是谁？原来是江校尉养的狗啊！啊！我滴了个滴！我说去你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背后嚼我们大人的舌根？平日里你是校尉，我们忍了。江大人凭真本事杀出来的公鸡，你竟敢说是靠皮肉上位？老子这条命是江大人救的，你也配提他？阿弥陀佛，我等弟兄是个粗人，您大人有大量。只是江校尉如今乃我等顶头上司，更是徐大人亲命。您这般在背后非议，传出去，怕是不太好听吧？还请收回方才的话，给我们江大人道个歉。我便站在这里，你待如何？如何？找死！陈通，一群不知死活的狗东西！都在这做什么？你这是？没事儿，方才与人切磋，不小心输了。打输了又不丢人，技不如人，回去多练便是。扭扭捏捏，跟个娘们儿似的，怎么这般小家子气？行了，收拾收拾，随我去营房。江校尉，你这手下可了不得。他们方才甚至还敢问我算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何人？在下宋人，忝为玄字营校尉，家父乃是陇右宋氏家主。陇右宋家盘踞凉州100年的大族，完了，江大人这下怕是要被我们害得低头赔罪了。是吗？我也不是不讲理之人，只是这司里终究要讲个长幼尊卑。今日是我脾气好不计较，若是换了旁人，所以，你算什么东西？这怎么可能？我也是名古境啊！那一脚的力道，根本不是气血勃发那么简单。他的肉体强度，简直是个怪物。罢了，打不过，完全打不过。反正他进了先锋营，去杀城丹大妖，九死一生，我又何必跟一个死人计较？不愧是徐大人看中的人，江校尉实力高强，佩服。服就把嘴闭上，还愣着作甚？
迟到扣你们俸禄。是。想必你们也都知道了，玉门关有承丹大妖出没，魏大将军亲自领队，而我被任命为先锋营校尉。先锋营是什么地方，不用我多说，我也不能保证能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囫囵个的回来，所以我给你们一个选择：想留下的，以后便是我江月初的弟兄；想走的，现在就可以去文丽那儿报备，没人会为难你们，更没人会说你们是孬种，毕竟命是自己的。江校尉，不是小的怕死，是在家里还有个80岁的老娘和几个嗷嗷待哺的娃儿。我婆娘刚怀上，我想活着看儿子出世。你行了，想走的去吧。干！人各有志，强求不得。从今日起至出发前，不必再来司里报到。该陪娘娘的陪娘娘，没家没口的就去喝酒赌钱逛窑子。这是预支3个月的俸禄，不够再来找我。你们说大人平日都做什么？大人让咱们去快活，自个儿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他就不怕？那可是承丹大妖。大人没啥消遣，昨日请他听曲儿，大人一脚踹飞我。哼，一群粗鄙匹夫！大人乃女子之身，心性高洁，岂会与尔等为伍，沉迷于酒色财气？大人闲暇之时，或许是在品茗读书、抚琴作画，这等雅事，你们又岂能懂得？不过10几天未见，竟有些恍惚。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新上任的江大校尉。怎么，当了官架子也大了，连我这儿的饭菜也入不了您的眼了？魏姑娘说笑了，这几日公务繁忙。行了行了，知道你忙，大忙人。先进来吧，我兄长还在外有公事，待会儿便回来了。你瞧瞧，你现在哪还有半点姑娘家的样子？这几道口子是练刀留下的吧？好歹是个姑娘家，怎能如此粗糙？别动，这是我用玉绒花和雪蛤膏配的，最是滋养皮肤。你这丫头底子这么好，偏偏一点都不知道爱惜。你那个点心思我还能不知道？不过是懒罢了。你的事我听说了。我兄长他怎么能让你去玉门关？先锋营是什么地方？承丹大妖，那是鸣古禁区送死的地方。魏姑娘，没事的。怎么能没事？你才来几天，凭什么让你去冒这种险？不怪魏大人，是我惹了事。大人许是想让我去避避风头，什么麻烦能比得上去玉门关送死更麻烦？你怎的比我兄长那块木头还要倔？魏大人，哼，你们这摩司的大人物们有正事要聊，我一个妇道人家就不在这碍眼了。我又怎惹他了？此次唤你过来是为2件事，其一便是邀于玉门关一事。玉门关那头妖物并非我大唐本土的山野金贵，乃是从西域妖庭流窜过来，真身是一头白猿。白猿，虎山神记忆中接见的一员，是巧合吗？此妖自号平天真君，手下聚集数10头大小妖物，声势不小。天字营曾派人前去交涉，结果一死一伤。天字营，与你说这些是让你心里有个数。你为先锋营校尉，职责是为大军开道扫清小妖。真遇上了那头白猿，你无需出手，更不可擅自出手，自有我等顶在前面。卑职明白。至于其二，
此乃万壑归元经。你入司时日尚短，未曾想过镇魔司多少俸禄，却要去玉门关那等九死一生之地做马前卒，司里总归是有些过意不去。这门合丹之术，便算是提前赐予你的赏赐。万壑归元经，合丹之术，武道一途，文贤名骨，说到底不过是熬炼气血、淬炼筋骨的功夫。可若想更进一步迈入成丹之境，便不是光靠苦炫与外物能达到的。最为关键的，便是这合丹之术。所谓合丹，便是要将武者一身的精气神三宝，以秘法融于一炉，炼化为一颗武道金丹。此丹一成，举手投足皆有莫大威能，与冥谷境已是云泥之别。原来如此，这便是成丹境的奥秘。像这等合丹之术，除了我大唐朝廷，便只有那些传承百年的名门大派、玄门世家才有所掌握。任何一个无根无凭的江湖武者，冥谷境便是顶点。想要迈入成丹，除了效力朝廷，便是依附世家。果然，谁掌握了渠道，谁便掌握了话语权。多谢大人。这是你应得的。这些日子你好生准备，若有时间，将这合丹之术参咬一二。至于出发的时机，徐长风会通知你。是。今日便留下吃顿便饭吧。青儿那丫头随我自京城来到这风沙之地，性子又静，也没什么朋友。你与她年岁相仿，她倒是很喜欢你。那便叨扰了。月初多吃些，瞧你瘦的。习武之人，气血最是重要。够了，够了，魏姑娘，在家就吃不下了。兄长，月初好不容易来吃顿饭，你怎的就跟个闷闷葫芦似的？玉门关风沙大，多备些干粮和水。吃饭呢，说这些做什么？扫兴。童子给力点啊！除了金手指给予的武学，这门功法能不能录入面板？若是不能，光靠自己练，怕是要几10年。可要想成丹，又绕不开这合丹之术。操，不会真不行吧？获得万壑归元经未习得。有用！如此一来，通往成丹路上的最大关路算是迈过去了。那便是玉门关了。走吧。来者何人？镇魔司先锋营校尉江月初。校尉，竟是个女娃娃。令牌是真的。娘的，怕是来镀金的。别他娘的胡咧咧！上头下的军令，想掉脑袋吗？开城门，快！可是镇魔司先锋营的江校尉。是我。末将乃玉门关守将麾下都尉，姓周，在此等候多时了。营房已经备好，请随我来。有劳。
在下王贺。李贵，大军未至前，我等职责便是守好这玉门关，严防妖魔潜入。待大军抵达，先锋营为大军开路，煽动者斩，违令者斩。都听明白了？明白。江校尉，咱们就这么干等着？那妖物既敢立府，必有探子。末将以为，不如主动出击，探探虚实，也好过在此睁眼瞎。你是校尉还是我是校尉？军令是等，你想违抗军令？不敢。很好，王队正，休整片刻，你带一半人负责东城巡防。是。李队正，你带剩下的人负责西城。是。其余人随我居中策应。都去吧。我呸！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也敢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李队，咱们何至于在这儿干等着？不等还能怎样？那是校尉，军令如山。江校尉只说严防妖魔潜入，可没说发现了踪迹不能追呀。咱们就说在城中发现了潜伏妖物，一路追击出城，事急从权嘛。军令终究是军令，若是被抓了把柄，若是真有所获，功劳尽是咱们自己的；若是没什么发现，悄悄回来，谁又知道？总好过坐以待毙。他娘的，干了！真君，动静太大，大军将至，咱们是不是先回妖亭？吾儿尚未归来，如何回去？真君，不过一头小小虎妖，何必挂念？这么多天没动静，怕是早就死了。咱们再去寻一头便是，何必为了个畜生与朝廷死磕？您乃妖廷贵胄。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吗？当年我于南山瀑布下读书初见他时，不过一头寻常走兽。我看着他长大，教他识字、读书、刀法，看着他青出于蓝是什么感觉？我与他未由师徒之名，可早已视若己出。我此次奉命重返故地，本该了却旧事便回，可若是连孩儿都寻不回，位列高位又有何意趣？吾儿不归，吾如何能归？便是将这陇右翻过来，我也要找到他。若是死了，我便在此踏平玉门，荡平陇右。老子好歹也是冥谷境的妖王，
跟着白云宫那老东西10几年，兢兢业业，眼看就要回西域妖庭享福了，偏偏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等他那便宜干儿子，一头守狗屎运气的老虎罢了，凭什么比我受宠？这玉门关跟个铁王八壳子似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让我打探个屁的消息，随便编个理由回去复命算了。嘿，还真是镇魔司，还是李队您高瞻远瞩。咱们要是真听那娘们的话，傻乎乎的在城里巡街，怕是连根毛都捞不着。就是一个旅人家，懂个屁的行军打仗，这玉门关外的功劳，何该是咱们爷们儿来挣？都他娘的别掉以轻心！那平天真君乃是承担大妖，咱们此行只在外围探查，切不可深入。李队，快看，那里有人！是妖物，看那身形，定是不入流的小角色。看我装糖，阴他一手。就这么个小东西。鸣古镜，快跑啊！结阵，结阵！废物！他娘的，老子是来杀妖的，不是来伺候人的。大人乃是女子闺房，岂能跟咱们的狗窝一样？收拾干净了，大人住着舒坦。江校尉，末将冒昧打扰，敢问校尉可接到了什么新军令？为何你麾下的对正李贵带了10余人擅自出关了？大军未至，我先锋营的军令是驻守查换，严防妖物。李贵何时出的关？约莫1个半时辰前，城门手足亲眼所见。我干他妮儿的！这帮狗娘养的，想抢功想疯了！大战在即，若他们惊动了那头承丹大妖，打草惊蛇，这责任谁来担？周都尉放心，若是都司问责，皆由我江月初一人承担，与你无关。真君，小的在关外碰上了一对不知死活的镇魔司官差，顺手给您抓了个活口回来。哼，一个文贤境的废物有何用处？那玉门关有镇魔大阵，你就算问出虚实，难不成还敢去攻城？真君，奴家倒有一计。咱们何不借着此人潜入玉门关内？玉门关阵法虽强，但若我们拷问出关内布防，再由奴家幻术将弟兄们伪装成人，由他领路混入关中，只要毁了那镇魔之阵，玉门关便是一座死城。届时咱们鸠占鹊巢，据雄关而守，镇魔司大军又能奈我何？真君，此计大妙啊！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准了。
在此之前，我有话要问他。我且问你，你在镇茅司几年了？12年。12年，那你镇魔司可曾斩过一头狐妖？自然是斩过的。无妨，你与我细细说来，一头都不能漏。大将军，可是还在为那头白猿忧心？咱们镇魔司精锐尽出，便是龙潭虎穴也能给他踏平了。不错，他若识趣，早该滚回西域。如今盘踞关外，不过是自寻死路。一头成丹妖物，我还不放在眼里。我只是想不明白，他明知我大军开伐，为何不走，反倒在关外大肆收拢妖魔？这不合常理，除非他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西域妖庭亡我大唐之心从未死过，这背后定有妖庭的影子。3日之内必须抵达玉门关。李贵这帮人死在外面也是咎由自取，可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算了，再有2日大军就到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只管安稳杀妖。大人，李贵那伙人回来了！回来了，人在哪儿？还在城门口。周督安派人传话，请您过去清点。这是把烫手山芋丢给我了。走，去看看。周都尉，我等在关外与妖魔厮杀一夜，九死一生才逃回来，您为何不让我等入关休整？李队正，此事体大，等江校尉来了再做定夺吧。江校尉，我等昨日发现妖物踪迹，擅自带人追击，险些丧命，幸得弟兄们拼死逃脱，躲了一夜风沙才找回来。托校尉洪福，弟兄们一个都不少。衣服破了，脸上有灰，可偏偏一个伤口都没有，连一丝血腥气都闻不到。这么说，你们是立功了？不敢说立功，只求无过。托校尉的福，弟兄们能回来就是万幸了。很好。这一巴掌是替司礼打的，巧言厉色，蒙骗上官。这一巴掌是我打的。奇耻大辱！我堂堂名古大妖，竟被一个人族黄毛丫头连扇2个大逼兜！我要杀了他！卑职错了，求校尉再给一次机会，卑职愿上刀山下火海。周突尉，借你的人已用，江台他们卸了兵刃，关进大牢。江校尉，我们认打认罚，为何要下狱？校尉三思啊！郭子。谁再多说一个字，如此手。进来了，只要能混入城中，攻守之势将逆转也。
带下去。那个贱人，他怎么敢这么对我？狗哥息怒啊！息你娘的怒！狗爷，您忍辱负重，让我等顺利入关，此乃头功。等毁了镇魔大阵，破了关，第一个就把那娘们抓来，让您扒皮抽筋。就是，到时候让他跪着给您舔脚上的泥。行了，入了关只是第一步，现在高兴太早了。三更天，看守最松弛时动手。扈三娘，那小子呢？放心。他中了我的牵丝引，到时候我会让他带路，去找镇魔大阵的阵眼。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关内有大阵压制，你我妖力只能发挥4、5成。在大阵被毁之前，一旦行踪暴露，全都得死。时候到了。终于，老子今晚要将那小贱人碎尸万段，活剥了皮挂在城头。别白费力气，这牢房外墙青砖，内里玄铁，真君亲至也休想轻易破开。该你了。奇怪，这外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定是那群人族官差以为铁牢万无一失，跑去偷懒了。走走走！狗爷，我觉得这牢里挺好的，冬暖夏凉还管饭，咱们还是别出去了。滚你娘的！你他妈犯什么浑？赶紧跟上，莫要再……怎么，诸位这是要去哪儿啊？大人，李贵违抗军令，您为何还要放他进关？就该让那狗东西在关外自生自灭。阿弥陀佛，若拒之门外，传出去，怕对大人名声有损。大人，卑职有失启禀，那李贵一行人根本不是原先那伙人。李贵左耳垂下的黑痣没了，手下张三的刀疤从左脸跑到了右脸。身高、步态、口音皆有细微出入。大人，我怀疑他们是妖物假扮的。我知道。大人，您既然知道他们是妖物，为何还要放这群畜生进城？在城门口动手，地方开阔，万一乱起来跑了1、2个，我岂不是很心疼？我这人有个毛病，实在是太贪心了。关门！一个不要！一个不要！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扈三娘不是说今夜摸清阵眼，毁掉大阵吗？城门口的刁难，干脆利落的断手，还有这毫无防备的大牢，我们被耍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妖，他是故意放我们进关的，故意放我们进来。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兄弟们，在这大阵里，我们虽发挥不出5成实力，但拼死一搏，足以屠了这玉门关。江大人，你大半夜把我从被窝叫来做见证，就是看这个。你早知道他们是妖，拒之门外便是，为何要放进关内？你拿什么跟10几头大妖赌命？大人跟这帮畜生废什么话？您一声令下，
弟兄们放箭宰了他们！周都尉，看清楚了。不过你放心，今日之事，尔等皆无需插手。啊，无需插手。大人，您要一个人单挑他们全部？狂妄的贱人，一起上杀了他！冲出去，死战！今日谁也别想走。散开，快逃！我操！一刀秒杀冥古境大妖，这他娘的是一个17、18岁少女能拥有的力量，他开挂了吧？滚开！救我！贱人，给我松手！你想害死我吗？我若是死在这里，青丘涂山氏定不会善罢甘休。你敢丢下我试试？算你狠！周都尉，还愣着干什么？放箭！快给老子射！把那2头扁毛畜生射下来！你没事吧？放我下来！你们这群天杀的断子绝孙的狗东西，老娘要将你们扒皮抽血！疼死老娘了！终究是手段不够全面，让这2只鸟兽跑了。斩杀冥古境生物若干，开始结算妖魔道行，结算成功，获得3425年道行。3400多年道行，跑了2个废物算什么？这波赢麻了。怎么回事？就你们2个回来了，狗老二他们呢？啊，就剩他们2个了。败了，除了我2人，全军覆没。全军覆没！你们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就算在玉门关内受阵法压制，也不是阿猫阿狗，怎么可能说没就没？那个女人是个怪物，她一个人独斩了我们10几名弟兄。哼，一派胡言！我看是你们打了败仗，故意夸大其词，寻个脱罪的由头。由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1刀，仅仅1刀，狗老二连他1刀都没接住，脑袋就飞了。蛇老3、鼠大全都是1刀1个，我们10几号大妖在他面前就像待宰的猪狗。这还没完，他出刀时身会浮现出一头惊天猛虎的虚影。那虎影带着滔天煞气，我们本就被大阵压制，在那虎影面前，连妖力都无法运转。虎影，道士化形，看来玉门关出了个不得了的变数啊！有消息了。是。说。回陛下，下面的人一路追查到明妃娘娘的故乡陇右，可那处村落
早在几个月前便被邪祟摧毁殆尽，如今已是一片荒芜，再无人烟。奴才斗胆，若是当年姑爷长公主真的被送回了陇右那处村庄，怕是凶多吉少，一村百姓被屠戮殆尽。镇魔司是干什么吃的？朕每年耗费无数金银养着他们，就是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大唐子民被妖魔当猪狗宰杀吗？陛下息怒，当年姑爷长公主是否真的被送回陇右并不确切，或许长公主福泽身后，并未在那村中尚有转圜余地呀，陛下。如今陇右道镇魔司管事的是谁？回陛下，只会使裴风云死后，由大理寺少卿魏文达之子魏和代管。魏文达，如今江勋一案便是他在督办吧？几个月前就以人证物证确凿的案子，怎么还没结案？这魏氏一族当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奴才不知。罢了，传旨下去继续追查姑爷的下落，哪怕是当年伺候过他的人，活着的严刑拷打，死了的也给朕抛出来查。另外告诉魏文达，江勋的案子早些结了，莫要再耽搁。奴才遵旨，奴才告退。父皇啊，父皇，你见着远子假惺惺悼念母妃，却为何将我留在宫中，又将姑爷送走？你为了皇权顾虑重重，但我不懂。天下人皆以为我有野心，却不知我夺这天下只为了一个人。姑爷，我一定会找到你。魏兄如今是大唐的皇帝，等找到你，我要宠你到上天入地，宠到这世上除了我，再也没人能受得了你。宿主江月初，境界冥谷中境，已收录妖物虎山神天成、青面郎君染珠、朱叶魔影、黑山雄君魔影，剩余道行3425年。黑山雄君，听名字就是皮糙肉厚的刚猛路数。至于这朱燕，《山海经》里记载是剑泽大兵的凶手，怎么会是一头猪妖？罢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便知。系统，灌注。第1年，你是一头福陵山的小野猪，很弱小，但很能吃。第30年，你化形为一个白胖少年，混入苏庄偷学剑法。第32年，你和庄主之女苏婉相恋，她教你认字，给你讲山外的故事。第34年，你现了原形，她吓坏了，却抱着你哭了一整晚。第51年，苏婉被活活烧死，因为她生下了一对猪妖。第70年，你对人族厌恶至极，对剑痴迷到了疯魔。第150年，西域妖庭使者招揽，断言你若无妖庭秘法，此生无望踏入成丹境。你动摇了。消耗350年道行，成功染珠朱燕，获得天赋秽土金身，其身如秽土，不惧刀兵水火。获得神通血肉冰装，催动血肉附着冰刃，极大增强锋锐与坚韧。好霸道的天赋和神通！夜视功发动！提升猪妖后，这吞噬功法的效率也增强了，简直恐怖！这股力量，该死，戏太多了！
警告！警告！气血已达冥谷境临界值。一身气血已经熬炼到了这具身体的绝对顶点，再不突破，这满溢的气血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把我直接撑爆。承担，迫在眉睫，再不突破，就要被这气血撑爆了。系统，灌输核丹之法，万壑归元经，直接给我灌到底啊！消耗45年道行入门，消耗110年道行精通，消耗830年精通，万壑归元经已达无上。核丹之法开！以身为炉，以气血为火，以神魂为锤，给我凝！这就是成丹境，内外交印，天地相合。成丹境，内外交印，天。以前打架用的是自身气血，花一分少一分，现在直接连上了天地的国库，力量源源不断。试试新神通，血肉冰装。好强的锋锐感！我的个乖乖，这只是一把普通的百人钢横刀啊！加持神通后竟然恐怖如斯，要是以后弄把真正的是神兵，宿主江月初，剩余道行2245年，烧了1000万多年道行，换来成丹境和神级技能，绝对不亏。还剩2000多年家底，接下来是继续提升猪妖，还是……大人，大人，何事如此惊慌？关外，关外，关外有军报，魏大将军亲卫800里加急。这是在哪儿？自然是在玉门关大牢。玉门关，我回来了。对了，妖魔，有妖魔，快去禀报江大人！妖魔早就被江大人一个人杀完了。你若识趣，便乖乖待着，等候江大人发落。杀完了？怎么可能？那可是10几头冥谷境的大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完？就在半个时辰前，江大人提着刀跟砍瓜切菜似的，一刀一个，把那10几头妖骨全给剁了，凶得不像话。妖物死了，我还活着。违抗军令，引妖入关，死1万次都不够。我甚至还要牵连家族，完了，全完了。喂，你做什么？800里加急，魏大将军的亲卫给你的。是。
他人呢？那人交下此信，便匆匆离去了。即刻出关，前往关外30里孤峰接应，切莫声张。魏大将军的部队明日便能抵达，有什么急事，非要我一个先锋营校尉深夜独自出关。这没头没尾的命令，绝不是魏和稳重的作风。辛苦了，你先下去吧。是。李贵，是你。幻术，看来今晚还有大雨。我说这法子真能成吗？相隔几百里，真能让镇魔司的人乖乖出关送死？该不会是这骚狐狸为了讨妖王欢心在胡言乱语吧？闭嘴！你们懂个屁！吴三娘可是青丘涂山氏嫡系，她的幻术岂是你们能揣测的？幻术再精妙，还能隔着几百里施展？切！莫说几百里，万里又何妨？那李贵被擒时，就已经被胡三娘种下了幻影，他现在神魂早已被操控，甚至胡三娘还能借着引子扭曲他的样貌，神不知鬼不觉，防不胜防。只要那女人敢独自出关，今夜这孤峰便是她的葬身之地。我要用她的血肉祭奠我那10几名手下。真君，我失败了。你特么刚才不是吹得天花乱坠吗？脸疼不疼？这天可真黑呀！神君，非是奴家手段不济，实在是那人族女子疑心太重。奴家借李贵之口传了假信，可他根本不为所动。这种人，仅凭一封信根本引不出来啊！无妨，人族狡诈，最善权谋。此计我本就未曾指望能成。真君，那咱们大老远跑来玉门关外，又是为了什么？我大张旗鼓在此立府，不过是想让我儿能找到回家的路。但如今既然出现了一个可能知晓他下落的人，我已无心与镇魔师大军周旋。传我令，妖府散了，尔等各自寻个地方潜伏，莫要再露行踪。那您……玉门关内有封魔大阵，他不出关，我奈何不了他。但我会在暗中盯着他，只要镇魔司大军退去，他一个人总有落单的时候。斑斓猛虎雕法凌厉，那胡营简直和我儿一模一样。可一个人族身上怎么会有我儿的刀式？难道……他竟然出来了！他怎么可能出来？你来了，我没想过你能来，更没想过凝之世纪，你还敢一个人站在我面前。你费尽心机引我来，不就是想见我吗？倒是我矫情了。既然来了，我且问你一句，你可见过我儿？不曾。
不曾。那你这一身刀法，那刀式凝糊的手段，究竟从何而来？虎山神的记忆里曾出现过一头白猿，难道就是这个？你的孩儿是一头老虎，虎山神是吗？你见过他？你杀了他！果然如此，被一头成丹境大妖暗中盯着，这种感觉太难受。我要你给我儿陪葬！成丹境正好拿你试刀。我这个亲娘嘞，咋了这是？地龙翻身了！啊！快去通报大将军！我封口固气法圆满，合丹之术更是无上境界，气血精纯远超同阶。可即便如此，与这老东西硬夯一记，竟然隐隐落了下风。这人族少女如此年轻便踏入成丹，竟能以肉身与我这浸淫成丹数百年的大妖角力，我道如何？我儿死于你手，不冤。要打就打，磨磨唧唧，废话真多。你千不该万不该，在我面前用刀！血肉冰装。我靠，黑妈的脊椎都没了还能动，力道比刚才还夸张。玄幻世界果然不讲科学。吾乃白猿公，一生纵横900载，上可翻山覆海，下可镇压群峰。蝼蚁小儿，你如何敢挡我？你如何能挡我？被动挨打，迟早被磨死。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我这古刃乃极古辅以1000年寒铁祭炼，连点墨镜妖王都不敢应接。以伤换伤，你也得有命来填，给我死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这古刃连点墨镜妖王都不敢应接，竟然连他的骨头都没砍到！我的个乖乖，秽土金身加上合丹气血，防御竟然这么变态，那我刚才还挡个屁啊！不是说跑就跑，还有没有一点成丹境大妖的骨气了？哼，虎煞血废！怎么可能？
万物生灵的肉体强度与力道息息相关，这是铁律。他的力道虽然恐怖，但怎么会有如此诡异强横的肉身？我堂堂承丹大妖，西域妖庭也有我一席之地，竟被一个人族女娃追得如丧家之犬。自寻死路，那我就成全你。末将方振国恭迎大将军。方将军免礼。先锋营就只剩下这些人了，江校尉呢？启禀大将军，昨夜李贵违抗军令，引妖入关，江校尉识破伪装，一人一刀将10几头名古境大妖尽数诛杀。既然妖物已除，他人呢？昨夜子时，关外百里突发异动，地动山摇。我们去寻江校尉，却发现他一人一起，早已独自出关了。胡闹！区一个7品校尉，竟敢无视军令！他把大将军的将帅令当什么了？此女行事乖张，不顾大局，擅自放妖入关已是大错，如今又夜半出关，简直是狂妄至极！末将斗胆。江校尉心思缜密，若非他识破伪装，玉门关后果不堪设想。他能独占10入头大妖，胆魄实力皆是上乘，独自出关必有苦衷。你算什么东西？区一个守关都尉也配在这里说话？够了！昨夜的动静在何处？回大将军，就在那座孤峰方向。你当真以为本君怕了你不成？不怕。那你跑这一晚上，是在锻炼身体吗？你若是就此离去，本君答应你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我儿之死，也与你再无干系。哼，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放虎归山。本座乃承丹大妖，若是强饮妖丹，殊死一战，你也未必能活。至此收手，何至于2败俱伤？放你走于我而言有何好处？在我眼中，2败俱伤也比让你单赢要好。你若不是奉了妖庭之命去帮黑河那女娃巩固根基，耗去了我近半本源妖丹，我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区一个人族承丹，我全盛时期翻手便可镇压。好，既然你执意求死，那本君便成全你。本座平天真君，右观沧海，常务神山，掌搬山之神通，我岁月之权柄。如今的我同尽无敌，何所惧也？操！装神弄鬼！
Feel like a girl, I'm trying to find my heart. Fighting when I break out, our lifestyle dark. Honey, when I break out, tight so smart with a psycho jaw. Play dice, go start off. Who are you? Better know yourself. Know your soul, gotta know your love. So you're wrong, get home, don't melt it. Don't you fall, but you're like hell. But who am I? Admire me, I'm not the one you wanna fuck with. Late nights messing up my sleep, so I'm flustered. Taking out aggression with my pen because I trust it. Breaking, trying to get myself a lamb color custard. A chain from hanging by his chain, click bang, feeling rage, feeling fire. 我没有直接砸死你，我要亲手一寸一寸吃掉你的血肉，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我生吞活剥。你有什么底气？你凭什么到了现在还敢这么镇定？他还在里面，是谁？谁在帮他？好久不见。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击杀成单镜生物，获得其道行921年。属下虎山神见过主人。有神智？有。记忆呢？亦有，虽有些破碎，但生前种种大致记得。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自然记得，是死于主人刀下。你不恨我？为何要恨？普外之妖受七情六欲与血脉本能驱使，看似逍遥，实则浑噩，与山间野兽无异。入得妖谱，方才斩去凡尘，明悟本心。主人杀我，乃是点化之恩，再造之德。哼，你这套说辞倒是新鲜。姑且信了你这鬼话，不过最好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心思。多谢主人。主人，有人来了，人很多，来得很快。散了吧。可惜了一头成丹大妖的血肉，要是能用血石攻吞了，修为肯定能长一大截。但现在镇魔司的人来了，显然是不成。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收录。老李，你说大将军这是唱的哪一出？一个七品校尉私自出关，就算要罚，也该战后再说，何至于大军出动？我听说这江校尉邪乎得很，入司不到1月，连升2级成了校尉，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们可还记得前任指挥使裴风云是怎么死的？慎言，这事你也敢提？不要命了！这是首饰啊！这气息是成丹境大妖，难不成是平天真君？啊！我尼玛！这他妈发生什么事了？他一个人把平天真君给宰了！这可是成丹大妖，就算是魏大将军亲自动手，也得费一番手脚。怎么可能悄无声息死在一个17、18岁的女娃子手里？难道这大妖本就受了重伤，被他捡了漏？对，肯定是这样。哼，要是他真是成丹境，老子当场跪下喊他娘！
侥幸。你入承丹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昨日夜里，突然来了感觉，便顺势破了境。天下武人穷尽一生，能合丹而成的凤毛麟角，多少人被困死在这一步。到了他这里，竟然像饭后消食一样随意。17、18岁的承丹境，这他娘的说出去谁信啊？咦，十郎将，你的脸咋红成这样？太热了，老子中暑了不成吗？大人，坐。此次斩杀承丹大妖，你当居首功。可你这功劳太大了，大到我不知该如何赏你。寻常的郎将一职对你已是屈才，可再往上的偏将之职目前并无空缺，更何况你太年轻了。17、18岁的承丹境，若是传回长安，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貌，是福是祸，犹未可知。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你想要什么？什么都可以。只要我镇魔子给得起。要钱财，我已是承丹境，搞钱太简单；要官职，当官有个屁用！前任指挥使权势滔天，还不是说没就没了？这世道还得靠拳头说话。要武学秘籍，我有百妖谱和海量道行，镇魔司的武学库，我还真看不上。大人，你可还记得当初我未入镇魔司时，您对我说过的话？什么话？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欲伐参天大木，必先利其器。如今我已是承丹之境，不知可否告诉我，我父亲将勋一案的真正内情？你如今已迈入承丹，有些事情告诉你也无妨。不过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你可知当今太后？太后？这跟我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若只是太后柳氏，倒没什么。关键是她背后的柳家。柳家实是豪门千年世家，其族中更是有燃灯境的老祖坐镇。放眼天下，也只有皇室李家和清河崔氏能与之匹拟。你父亲江巡一案，明面上是党争倾轧，背后大抵就是柳氏的手笔。没有，原主的记忆里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庞然大物。老爹啊，老爹，你惹谁不好？这个千年世家，看来短时间内我是救不了你了。大人，您刚才说的燃灯镜又是什么？寻常人听到自己惹了千年世家，早就吓破了胆。你关注点怎么这么偏？文玄、名古、承丹，这三境，武者炼己身，熬气血，说到底不过是在凡尘中打滚，此为凡尘三境。而在此之上，武者窃天地之机，方可登堂入室，此为登堂四境。承丹之上为点墨，点墨之上为种莲，种莲之上乃是关山，而燃灯便是登堂最后一境，也是我大唐武道的顶点。一入燃灯，寿元千载，做官沧海苍田，与国同修，这等人物已非凡人。我操，活1000年，这世道人命如草芥，竟然有人能活1000年。大人，整个大唐有多少燃灯镜？那柳家当真有？不知总数，但这等老怪物，非亡国之危不现身。至于柳家，镇魔司耗费极大代价查证，绝对有。千年老王八！啊，老王八！你管活了1000年的燃灯镜，老祖叫老王八！口误，口误。大人您继续，您继续。江月初，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父亲的案子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以你现在的实力，在柳家眼里就是一只蝼蚁。不过你也不必太忧心，你父亲的案子正是我父亲大理寺少卿魏文达在督办，他一生铁面无私，绝不会让冤案草草了结。
而且你现在身处陇右，又入了我镇魔司，柳家再手眼通天，也不敢轻易动镇魔司的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稳待在陇右斩妖，立功提实力。以你的妖猎天赋，未来未必不能入总督司的眼。届时若能得总指挥使大人赏识，区区一个柳家又算得了什么？区区一个柳家，一个有燃灯老祖坐镇的千年世家，在总指挥使眼里只是区区。咱们总指挥使很强吗？燃灯圆满，那是真牛逼。行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只需记住，安心待在陇右，活着一切皆有机会。多谢大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其实说了个寂寞。除了给我科普了升级路线，顺便告诉我对手是个带千年老王八的顶级豪门之外，案子的细节半点没提。也对，为何远在陇右能知道这些心秘已经很不容易了，到头来还得靠我自己杀回长安去查。就怕等我有本事杀回长安的时候，我老爹江巡的人头早特么弄低了。看来这斩妖升级的速度还得再快点才行。连柳家这种带千年老祖的世家都出来了，必须抓紧时间把实力提上去。宿主江月初，境界承丹出境，道行2516年，新收录妖物白猿宫魔影，新增5学，近5谷圆满。柔若五谷，动如妙舞，千般变化皆在我手。那老东西脊椎抽出来还能活蹦乱跳，靠的就是这个吧。这他娘的也太变态了。虽然对正面杀伤没什么提升，但对敌的时候来这么一手，对手估计得怀疑人生。没事，我现在不差钱，系统灌注虎啸镇魔刀。消耗260年道行，虎啸镇魔刀已达无上。接下来是妖物，老袁收录就花了几百年，升级太贵，性价比太低。先把猪妖加满，系统给我把猪妖灌到顶。消耗1120年道行，朱焰进度已达天成，可召唤实体作战，解锁妖化朱焰。神通血肉冰装进阶为血肉魔装，血肉魔装催动血肉化作甲胄冰刃，随心而动，攻防一体。血肉魔装，试试看。局部覆盖威力就这么大，那要是全身呢？全身魔装，开！毫无迟滞感，肉体防御和力量至少提升了1倍。除了缺个远程攻击手段，我现在简直就是个6边形战士啊！该死的畜生，该死的镇魔司，差点坏了本公主的好事。不过多亏了白猿宫先前帮我巩固根基，加上这么多年的血肉滋养，不出3日，本公主便可凝聚龙珠。
这大唐地界人族的血肉如此鲜美，当真是个快活的好地方。真搞不懂，父皇为何要对人族如此小心翼翼？早就该放我来大开杀戒了。终于回来了。屋子起了这么厚的灰。承担有个屁用，到头来还不是得自己打扫卫生。找个丫鬟吧，我身上秘密太多不方便，自己干吧，又觉得对不起我兜里那2000两银票的富婆身份。这般安宁，真是久违了。请问，可是江校尉家？我刚从玉门关回来，歇了还不到3个时辰，真把我江月初当牛马用啊！江校尉，徐大人有请，让您立刻去一趟司礼。徐长风，这小子最好真有什么要紧事。徐大人，几个时辰前为何宣布他踏入承丹时，我还以为是个笑话。可现在，他身上那股与天地相合的气息做不了假。徐大人，你喊我来也不说话，就这么干看着我发呆作甚？莫再叫我大人了。什么意思？你如今已是承丹，更是独斩承丹大妖，再让你当个7品校尉，传出去镇魔司要被天下人笑话。今日魏大人一回都司，便定下了你的去留。擢升玄字营校尉江月初，为从6品镇魔郎将，就算升了郎将品级，也还在你这偏将之下。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除了升任郎将，魏大人还有另一个打算，将你调离玄字营。那我这郎将去哪儿？天字营。又是你这女娃娃，这才消停几天，你又来做甚？领装备，拿钱。莫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六品郎将，搞鸡毛啊！你他娘的10来天前才刚升到8品队队正来领过钱，这才几天功夫又升。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该当何罪？老伯，大印可做不了假，别愣着了，赶紧把我的郎将制服和俸禄拿出来吧。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该当何罪？哼，我伪造你个锤子啊！莫要为难他了。李郎将，您怎么来了？此事乃魏大人亲自定下，不会有假。日后江郎将便是我天字营的人了，他的腰牌衣物都要重新置办。你这边快些走流程吧。天字营，快些吧，
误了时辰，魏大人那边可不好交代。狼将制服兼绣金锡，所用乃是火信布，水火不侵。江大人，这是您升任校尉补发的40两月俸，加上此次擢升狼将的100两月俸，怕您平日用钱不方便，小的自作主张给您换了些零碎的，您点点。多谢。江狼将，请随我来吧。乖乖，这陇右道怕是真要出个不得了的女怪物了。在下李清远，天为天字营狼将。天字营内不看重职位高低，同袍之间大多以兄弟相称。我吃长你几岁，若不嫌弃，以后喊我一声李大哥便是。当然，这只是咱们营里的规矩。若是出了门碰上其他营的长官，礼数还是不能少的。我是那么没眼力见儿的人吗？江月初，江姑娘大名，如今司里谁人不知？我看你这般不便，不如先回静妖坊收拾一下，换上制服，在下陪你走一趟。那便有劳李大哥了。他娘的，这雨下的也忒闷了，裤裆里都快长蘑菇了。阿弥陀佛，陈施主心浮气躁，不如来2把。滚你娘的！上次输的钱还没结，又想套老子的钱。几位大哥都在呢，在下王小二，新来的对证，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新来的对证，那我们江校尉呢？几位大哥怕是还不知道吧？哪儿还有什么江校尉？如今该叫江狼将了。我听我舅舅说了，江大人如今早已迈入成丹之境，前些日子在玉门关外更是独自一人斩了那成丹大妖平天真君，功劳太大，直接破格提拔成了6品狼将，还被调去了最精锐的天字营。真的假的？你舅舅谁啊？吹牛不上税是吧？骗你，我是你孙子！现在上头的狼将、偏将都知道了。不对啊，你们不是跟着江大人去玉门关的吗？怎么会不知道？17、18岁的成丹境独斩大妖，若做出这些事的人是我，那看不起我的家族又会是何种表情？他娘的，江大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阿弥陀佛，江大人本就不是池中之物，与我等终究不是一路人。我听我舅说，当时江大人与那平天真君在关外足足大战了1天1夜，打的那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想来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苦战啊！天字营算是咱们陇域镇魔司最精锐的一营，魏大人将你调入天字营，一来是看重你的实力，二来也是想让你少些俗务缠身，好专心修行。李大哥进来坐坐。不了，我就在此处等你，不急。我李清远自问见过的奇女子不少，有金枝玉叶，有江湖女侠，可没有一人能像江月初这般，17岁的成丹境独斩平天真君，就算是放在长安城，也足以让那些自诩天骄之辈黯然失色。李大哥，江姑娘很合身。我也觉得。走吧。咱们天字营虽然精锐，但说来惭愧，在全国15道都司里，陇域天字营人手最少，实力也是公认的末流。这是为何？妖魔不是朝廷越管不到的地方越猖獗吗？朝廷连指挥使的位置都空悬至今，可见对这里多不上心。江姑娘对陇右这地方如何评价？穷山恶水，不怎么宜居。正是如此，连那些江湖大派世家望族都不愿意来这黄沙戈壁。妖魔修行，洗蚀武者气血，越是境界高的武者，对妖魔越是大补。所以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大妖，甘愿冒险也要往中原人口鼎盛、资源丰厚的地方钻。所以别看咱们陇右偏远，反而是受妖魔迫害最轻的地方之一。一头成丹境的平天真君就能在这里称王称霸，要是丢到中原腹地，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可朝廷在这里屯驻重兵，人口也不少啊。
军营之中煞气冲天，寻常小妖连靠近都难。要是真惹了军队，成千上万兵卒围剿，鸣古镜也得脱层皮。换做江姑娘你来选，一边是中原腹地遍地手无寸铁的百姓，另一边是鸟不拉屎的荒野，还要提防煞星军队，你选哪个？我选山清水秀的。江姑娘，入了天子营，有些话我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天子营接最凶险的差事，其他营啃不下的硬骨头，都得咱们来啃。进了这扇门，朝不保夕是常事，很多人意气风发的进去，最后躺着出来。没人不想往上爬，可平坦的路好走，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寻常路。只有泥泞之路，才能留下最深的脚印。但凡能从天子营活着走出来的，便等同于一只脚踏入了总督司的门槛。你想清楚了吗？老李，老李，我正要找你。师兄，这位是江月初，江郎将。如今已是我天字营的同僚，以后都是自家人。我操！我昨晚刚发誓，要是他真是程丹镜，我当场跪下喊他娘。他怎么来天字营了？在下石重月，天字营郎将。半步成丹，半年之内我也定会突破。这人脑子有病。这石重月无非是嫉妒人家年轻破镜，心中失衡罢了。武道一途，对强者连点怜悯之心都没有，难怪卡在半步成丹。江姑娘，这位是赵一，也是咱们营里的郎将。见过江郎将。老李，你来的正好。魏大人刚传下话来，黑河那边好像又有些动静。黑河？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怎会还有异动？黑河？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怎会还有异动？黑河？我入镇魔司的第一件差事就是黑河，那黑灵水怪不是被我宰了吗？我怎知道？魏大人说，前2日黄字营探子路过黑河上游，说那里妖气又冒出来了，隔着老远都能看见，瞧着像是有什么大妖要出事。反正现在手里没差事，走一趟便走一趟。老李，你去不去？好巧，当初黑河之事正是我处理的，那河里的黑灵水怪已被我斩了。竟有这般巧合。既然江姑娘对那处熟悉，不如我等同去，就当是你入天字营的头一桩差事，如何？好，正愁没妖杀，没经验刷，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去便去，只是……既然如此，那便说定了。师兄，你我先去备马，李兄与江姑娘先行一步，我们在都司外集合。江姑娘，莫怪，师兄他这人……没事，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反正他刚才也没让我叫他好大儿。师兄，你似乎对江姑娘有些意见。武道一途，达者为先，何曾有过男女之分？你若连这点气度都没有，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我能怎么说？难道说我心里发过誓，她现在算我半个老娘？这话说出去，我还怎么混？放屁！你莫要胡说！我石重月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哦，那便是你怕他。怕他？笑话！
别看他入了承丹，可终究经验尚浅，真要动起手来，我跟他九一开。人家孤身一人在关外斩了承丹大妖平天真君，就这份战绩，你所谓的九一开，怕不是他出一拳你下九拳，去跟那平天真君作伴了吧？操！走得比龟爬还慢，等咱们到了那黑河的妖物，怕是连娃都生一窝了。师兄若是嫌马慢，可以下来自己走，想来是比马快的。倒不是想磨蹭，实在是这雨后的地不适合骑行，左右不过多花半日功夫。江姑娘，不如你与我们说说，当初黑河发生了何事，也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当初我们一路追查到黑水村，打探到了村正将自己女儿陈塘的事，后来沿河而上，在回水湾遇到了那头妖物，当时还有个小女孩，名为阿水。唉，亲手将女儿陈塘，何其悲凉，又何其愚昧。愚昧？老李，你真是读书读傻了吧？那杏儿肚子里怀的是妖胎，我看那村正非但不蠢，反而果决得很，不淹死他留着生妖魔吗？师兄说的有道理，村正再果断，黑河不还是臭了？到头来还不是得靠咱们镇魔司去擦屁股？妖物作祟，百姓求生，咱们斩妖立功，各取所需罢了，哪来那么多是非对错？赵兄此言差矣，我等身为镇魔司之人，奉的是朝廷王法，行的是护佑百姓之职。村民滥用私刑，以触犯律法，与妖魔何异？若人人都只为自己活命，肆意妄为，这天下与炼狱有何区别？行了行了，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甚用？当初江姑娘斩了那妖物，如今又有妖气出现，莫不是先前斩的那头是公的，如今母的带着一家老小回来报仇了？你刚刚说什么？娘？什么娘？你听错了吧？操！我怎么把心里想的誓言给喊出来了？不太可能是寻仇。水泽精怪大多独居，领地意识极强。依我看，倒像是老妖死了，来了头新妖鸠占鹊巢。江姑娘，当初那名唤作杏儿的女子的尸身，后来是如何处置的？当时我只顾着斩妖，善后之事是队长刘晨操办的，他行事稳妥，想来不会遗漏什么。如今龙珠刚成，正是需要进补的时候。多谢款待呀！待我在此地休养些时日，定要去那大唐的中原看看。听闻那里人烟鼎盛，武道高手如云，想来他们的血肉定比这些边陲之地的凡夫俗子鲜美百倍。这妖气怎会如此雄厚？此地的妖物定然不是寻常之辈。好香的血肉味，比那头承丹境的平天真君还要诱人。这绝对是承丹境以上的大妖，我的血势功快压不住了。走，去看看。若是承丹大妖，探明情况，立刻回去通报都司。
消失了，那股妖气竟然瞬间没了踪影。什么情况？妖呢？官爷，小姑娘别怕，我们是镇魔司的人。你叫什么名字？是你，是你。小姑娘别怕，能不能告诉我们，刚才这庙里可还有其他人？我叫阿水，王爷已经被你们杀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小丫头片子，少他娘的跟老子装神弄鬼！刚才这里妖气冲天，现在只剩你一人，你就算不是妖物，也必然与妖物有勾结。给我死来！这都没反应，难不成真是个普通的乡野丫头？里面没什么问题。老子就不信了，连个鬼影都找不着！老李，我还是觉得这丫头有古怪。妖气那么重，她凭什么不死？难不成妖魔也尊老爱幼？要我说，干脆一刀劈了算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不可，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等镇魔司之人行事须有法度，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何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童下手？此事确实古怪。若说这女童与妖物没有半点干系，我是不信的。别怕，没事。江姑娘果然心细，见不得这般可怜光景。切，妇人之仁。这眼神我太熟悉了，每次我饿了想吃人的时候，就是那种眼神。区区人族蝼蚁，凭什么敢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怎么敢吃我？你怎么胆敢想吃我？承丹大妖，绝对是承丹大妖！聒噪！什么情况？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承丹大妖，眨眼间脑袋就被按进地上了。黑河边有一座村子，你们去那里等我。这可是承丹大妖，我们岂能让你一个人？乖，听话。我要杀你10000遍！我等在村中恭候江郎将。死！眼前的女人必须死！血肉魔庄。
这是什么手段？这还是人族？就这，滚啊！给我下去！为什么我堂堂白郊一族公主，血脉高贵，连西域妖庭之主见了我父皇也得以礼相待？如今我凝聚龙珠踏入成丹，假以时日必能化身真龙。可这个女人明明只是人族成丹初阶，为什么是这么恐怖？还有那诡异的血肉铠甲，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手段？怪物手段，你究竟是什么东西？食物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活活砸死，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龙珠未稳，今日也必须拼命了。血肉魔爪法！硬扛简直是笑话，这可是我用龙珠引动的天地之威，每一滴水都蕴含妖力，足以夷平小山，铜镜大妖也不敢用肉身硬扛。这不可能，给我凝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般恐怖的元素？到底谁才是妖啊？竟然破防了！人为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被一个人族用这种方式打到毫无还手之力。我终于明白了，他硬扛我的爪子，不惜被刺穿肩胛骨，就是为了防止我挣脱。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上一层保险。
疯子，这是个疯子！我父王乃是西域妖王，我是西域妖庭白蛟一族的公主，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不愧是蛟龙，生命力真强。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斩杀成单境生物，获得道行645年，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是。消耗1100年道行，成功收录。靠，怎么回事？筒子，你吃回扣了吧？收录花了1100年，比杀他赚的还多。成功魔影白蛟教学，获得妖物馈赠，获得神通控水，可引动周遭水汽，化水为冰，随心而动。第一阶段直接给神通了，难怪这么贵。不亏不亏。4。去。威力一般。极限距离是100米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一招，我能不能复刻？原来如此，这门神通消耗的不是气血，是神魂。现在神魂强度还不够，支撑不了这么大范围的攻击。不管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血石功，发动！恭喜宿主境界已达成丹中境。成了，怎么感觉力气比之前大了不少？就算是境界提升，这肉身增幅也太明显了吧？是因为吃了蛟龙的血肉，触发了血石功的某种隐藏变化。力道比之前强了不止3分，修为突破，肉身增强，还白捡了一门神通，简直是赢麻了！妖魔，有妖魔！救命啊！别跑了，不是活的妖魔，看清楚了，是妖魔的尸体。我的乖乖，这是龙！镇魔司的大人们连龙都给斩回来了。你懂个锤子，那叫蛟，离这龙还差得远。不过能斩了这等凶物，也当真是通天的手段了。快看，剑秀金泥，玄黑鹰为底，这起码是狼将，6品的镇魔大官。狼将？那走在最前头的女娃娃也是狼将，瞧着也太年轻了吧！我的个乖乖，本以为镇魔司都是些5大3粗的汉子，没想到还有这般神仙式的女子。要是能娶到她，让我大富大贵一辈子也值了。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虽然蛟不是我杀的，但这波跟着喝汤装逼也是爽翻了。今天老子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江姑娘无需紧张，寻常百姓不过是瞧个热闹，并无恶意。我不紧张。不紧张？那你的脸绷得跟张驴皮似的。我高冷，高冷也无用。你看，自打咱们进了城，这满街的目光10成里倒有8成是落在你身上的。因为我是最美的。今日是怎么了？跟赶大集似的。还能咋了？瞧见没？前头那几个肩上绣着金面呢。不就是几个狼将吗？跟一辈子没见过官似的，至于吗？我要当就当偏将。闭嘴！你他娘的自己看！
话说那荒野之上妖气通天，一头千年恶蛟自河中探出头来，那头颅比咱这茶楼还大，一张口便是狂风大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天边一声轻喝，一位仙子脚踏七彩祥云，身披月光纱衣，飘然而至。仙子脚踏七彩行云，江大人什么时候变这画风了？他明明是徒手把蛟龙脑袋按进地里的暴力狂，好吗？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但这说书先生怕是要下拔舌地狱了。只见仙子柳眉一竖，指着那恶蛟斥道：“孽畜！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人，还不速速受死！”仙子背后锵的一声飞出一柄名曰斩龙的3尺清风，人剑合一，化作一道长虹，绕着那恶蛟的脖子，只那么轻轻一转。先生，后来呢？快说呀！一颗比水缸还大的龙头咕噜噜滚了下来。好，杀得好！杀！